我试着靠近，试着听日落的声音，呼吸着你的呼吸，就让所有的不开心躲进我们脚印，湿热的空气飘到了哪里？我们的记忆还在延续。如果你愿意，我希望可以永远陪着你。你在水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多么的轻松。你在心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笑照亮整个星空，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怎么能停止这份激动？习惯了海边，有你的海边，却差一点，以为那生日就是你的双眼。我记得目光下眉宇之间，一刹那点起火焰。虽然那月儿把遮面，但是我看见我们红着脸，风摆，自由自在，飞翔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也停不下来。我们在等花开，谈情说爱，交换属于我们的期待。哎呦喂啊！今天这场直播开的真的是那个就是几经波折呀，朋友们啊！行，你们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听到说话吗，朋友们？可以吗？可以哈。然后这个笑声能听到吗？笑声可以吗？啊？没有笑声啊？没有笑声不行啊！没有笑声，笑声很重要啊！不能没有笑声啊！现在有吗？没有。好，现在呢？好。现在呢？有了。哎，好嘞。你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多么的轻松。你在心。各位久等了啊！先跟大家这个说一句抱歉，各位啊，抱歉各位，因为那个啥，那个刚才就是其实已经提前调试了，因为我要调光啊，主要是调美颜什么玩意儿的。结果刚一上来发现整个设备的这个连接，那个声卡直接没声音了，就是声卡出现问题了，于是就临时找人去调，一直弄也找不出毛病来，然后就是历尽了千辛万苦，然后算是调完了吧，算是调完，现在反正有声音了，然后也有这个画面了啥的啊 ，OK 就行了。今天直播就是我觉得没啥问题了啊，可以了。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笑照亮着。行了，再次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也谢谢各位参加我的直播。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的生活？剩我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不要失落，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
伴我，会一直温暖着我。可是我害怕，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有朋友说人声太小了，你们觉得我说话的声音小吗？觉得我说话声音小吗，朋友们？有点小啊，还好，就稍微大一点吧。来 ，OK，现在大了吧？音乐声太大，就是让你有一种，现在好了，现在可以了。对，现在就是让你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就是你在这个一个非常环抱音乐的一个环境里，比如像你现在，比如说你在家里啊，开着这个音箱在听我这个直播什么的，所以就是比较的人声大了啊，好，行，正好，哎，好，所以音乐是很对沉浸式啊，不是审浸式啊，你好好打字。沉浸式啊，沉浸式对。然后呢，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不是有条件啊，也没什么条件。如果方便的话，就是用那个耳机来听我直播啊，这样是你可能会听清我的，就是那个声音，包括我的音箱啊。背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遗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要记得回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那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重逢，我绝不会离开。月亮它我咋换话筒了？没有这个。前一阵买了一个这个话筒，然后我就想说用一用吧，就因为之前那个麦克风太大了，有点挡我的脸，挡脸没关系，主要是挡我脸前的光。一直播感觉这个脸上有一块暗，就是有一块暗的地方，就是看起来就是有点脏了吧唧的。对，所以它有点挡我脸上的光。然后呢，我想说，那就拿个这种手持麦吧。手持麦播的话，干干净净啊，这个清清爽爽的啊。对，用摩羯那个麦是吧？那我就那个就别用了，因为那个那个在家用不了啊，那个需要接收器。如果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哎，你们看我的直播是竖屏是吧？跟上一次直播一样，对不对？生活，剩我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不要失落，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竖屏是不是不能投屏？也能投，但你投出来就是竖的嘛。对，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家庭条件比较的富裕，家里拥有电视机这个东西，所以呢，就可能有的时候他用手机呢，直接就连到家里的电视上，然后就是横屏来看我直播。但是呢，其实大部分用户还是用 Pad 或者是那个手机。那咱们也要稍微就是，让这些用这种移动设备的朋友们，这个视听效果稍微好一点啊。有朋友说我是投影仪，你给我炫富呢？投影仪怎么了？投影仪有什么可牛的？显得你家有了呗？那玩意儿清晰度不行，你买多少流明的清晰度都一般，我跟你说，还得用就是显示屏，朋友们。啊。我会一直温暖着我，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遗忘啊。
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要记得回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那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有朋友说老大没开美颜吧？我现在是很丑吗？我很丑吗？为什么你会质疑我没有开美颜？我很丑吗？今天我开了美颜都是就是有点丑陋。帅的帅的超级帅，帅的帅的帅气，很自不是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的直播我也没有把它想成像一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总播嘛，就我直播这件事其实还好，因为很多可能其他艺人他们做那种所谓的生日直播的时候都弄得美美帅帅的，然后化一个妆，然后做个造型，然后弄套衣服啥的，我就还好吧。我就是因为我总播嘛，直播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没有特别的，就是需要它很隆重或怎么样，我就是生活一点。我刚才就擦了个 BB 霜。整了一个 BB 霜蹭了一下，然后就是稍微遮瑕，然后也没化什么妆啊，妆是没化了啊，也所以戴个帽子，就是有一种你身边的朋友的感觉，让你有一种就是有朋友说邻家哥哥邻家叔叔吧，隔壁怪叔叔那种感觉啊，挺好的，对，就自然一点嘛，重逢，我绝不会离开。月亮它弯了又圆，年轮一圈又一圈，我会一直等待，因为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回来。有网友老大，后天是我中奖2年，哇，真的不错啊，中奖。等一下啊，我今天就是比较匆忙，后面这个电视都没弄。这次直播间因为啥呢？因为这一次我想说给直播间好好装一装，然后后面搞了很多一些布置的东西，然后包括我给这个屋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毯啊，这地毯还是进口地毯的，就是想说第一是起到一个吸音的作用，让各位就是听我说话的时候没那么就是好声音就是会清晰一点嘛啊，然后呢买了个地毯，结果呢刚买回来第一天，那个戴米直接在这屋里在我地毯上尿了两泼，然后又拉了2坨，给我气的呀！他们装的时候还说那个家里有小狗啊，小狗别给尿了啥的。我说我家狗可从来不尿地毯，可好了。我家小狗可懂事了，就是可从来不会尿地毯，放心吧，没事儿。人说可别尿了啊，那家养狗的话别尿，我说不能。结果更可惜的是，我刚才在那调设备，我设备刚才出问题了，一直在那是什么呢？一直在调声卡，叫人给我调试。然后结果我一回头，他又给我尿一泼，等于是当着我的面尿给我看。我这非常新的地毯上面现在有屎是能收拾干净的，但是3坨黄的。真是气人啊！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有没有拍来看看？
你拍啥？你拍尿给你看啊？那没不就是一块，就是一个米白色的地毯，然后上面有好多黄的东西啊，不有几块黄色的，嗯，真是啊。那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冲。等一下，我把后面电视调一下，要不就觉得少了那么点氛围。我绝不会离开。月亮它换了又圆，年轮一圈又一圈，我会一直等待，因为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有没有看到地毯了？嗯，有地毯是你没看到尿吧？就在那一块儿啊。但是刚才清洗了一下，让他们买了一个专门清洗用水那种清洗地毯的，今天刚到货就用上了。今天刚收到货，直接用上了啊。我问宁哥，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京东。朋友们买年货上京东。不是有去无回的，不是爱情。有朋友你咋播插播广告了？不是就随口一说，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职业病，哎，本能的啊，本能的，嗯。但一直有去无回，回到哪里？清晨暂足里起如樱花般。有朋友说感觉电视屏幕有点小，你真上我这来看电视来了？你家没有电视啊？那看个影在那晃晃，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一个生动新鲜的感觉就可以了。你真上我这看电视来了？绝了啊！等一下，我把这个麦克风架搞一下。一直有去无回的，在瞬间开启。我看见时间和白首喧闹的山林。可以。你说有去无回的才算爱情，我就这样有去无回，而你在哪里？剩下枯木般没有任何花期的后半生，我像个孩子盼着又想交出不到的海底。那天山里的鸟叫声音大得像狗叫，天再冷一些吧，越冷越好，可以抱着你
抱着你。有朋友说那个用这个麦克风架看得轻松一点，怎么刚才给你造成压力了？这样是反正是没那么累啊，没那么累就好。忽然了许蛋糕已经准备好了，我过生日，然后你替我吃蛋糕，是这意思吗？行嘞，多吃点，说吃点啊。声势大得像雪飘，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有人说那个粉丝是心疼你，然后怕你举麦克风举几个小时累，我看着都累，是吧？我就播半个小时，我半个小时就走啊，我能坚持。谁跟你说我播几个小时？谁说谁告诉你的？我看到有朋友，那我先走了，你走不走跟谁说？你威胁我？哼！今夜的星空是几万年前的光，我看到的你啊，是那时的你。播半个小时，你看现在已经播了23分钟了，马上还有7分钟，我走了，你不走我得走。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有朋友说还以为6.0了呢，呵呵。我怎么看到呵呵这2个字我就莫名其妙心中一股无名火啊？你呵什么是呵呵？什么6.0什么6.0 8.0的？你说康乃馨6.0是吧？别给我呵呵哈哈的啊！别给我呵哈的。6.0肯定不能6.0啊！为什么？因为我马上我10号我就成都演唱会了。我今天我打个比方，我唱歌的话，我要一唱，后天呢，在成都演唱会那一天，就是可能10号和11号2天，很多朋友可能就没有新鲜感了，他就感觉哎，这是前2天在6.0听到了，我得对得起各位买票的啊，是不是？是的，是的，所以6.0不着急，回头有的是时间。对，有朋友说你现在唱了，明天全退票了，你别搁这诅咒我。我这票好不容易卖出去的，你跟我说明天退票了。忍了忍，没告诉你。那天山里的鸟叫声音大得像狗叫，天再冷一些吧，越冷越好，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有没有退了它我可以买呀？也没有了，没事我6.0给你们补上啊，都给你们都记着呢，我也不会那个就先欠着嘛，不着急。我直播这么频繁，对吧？忽然柳絮飘，声势大得像雪飘，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抱着你。有人说澳门的物料什么时候发呀？拍了好多照片，朋友们，我是属于这样的，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活有点，就是排的有点满满登登啊！我现在手底下这些就是给我干活的，已经就是累的，已经有点就是有点缓不过来了啊！已经就是有点缓不过来，所以呢不着急啊，
这个我回头我先去挑，因为那一次照了几千张，我先找个时间我去把这个照片先挑一挑啊，挑一部分出来，然后找人修也好，或者找人去弄一弄也好，到时候发。有朋友让工作室发，是得让工作室发嘛，但是问题是就是太多了，因为我别的素材也一堆，几千张，还真是几千张，因为哐哐一顿摁嘛。我这个人就是拍照的时候就不太上相，所以得那种大海捞针，拍1000张总有一张好看的，总有一张就是看起来还挺帅气的啊，就是这种的，很费片很费内存啊。抱着你就好。那天神秘的鸟叫声音大得像狗叫，天再冷一些吧，越冷越好。你们自己买蛋糕的话，你们就自己买嘛，不是自己吃嘛，然后也很高兴，然后你好像我的一个破生日，你们也当做一个节日来做，然后也很用心的去，我看很多地方是布置了，就是那种我的生日会，虽然我不参加，但是好像很多咱们家粉丝都去参加了。我看又布置会场，然后又那个什么大摆宴席那种感觉，好多人好像就在那玩啊，好像粉丝也是一块过一天生日那种感觉啊，对，就是很多朋友那个一块去聚会，我觉得这件事很好，对，就是如果有很多朋友因为我能让自己生活过得丰富一些，或者是能交到一些朋友啊，就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做这一行还有一点意义啊。决定生活不是一场电影，设定的剧情，我们在各自的轨迹，1万次呼吸也难以拉近距离。爱与不爱的真谛，答案藏在下个世纪。你的感觉如此坚定，确定我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你。忘不了的就随它去吧，不舍不得随着我们长大。不管有朋友说那个宁哥最近瘦了，我没瘦，瘦是真没瘦，因为啥呢？因为最近那个不瞒各位，我最近真的在健身啊，真的是在，而且这一次是真的是很用心的健身啊，就正儿八经练了。我就觉得好像就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好像这个健康更重要了啊，或者是就是健身，让自己状态好一点啊，状态好一点。然后，所以最近真的一直在健身。健身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吃的东西不能太节制，你得吃的相对多一些啊，因为你没有摄入更多的碳水，然后你就可能没有力气去健身，包括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一些东西。所以我最近对节食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了。它不像我在剧组我拍戏就是你今天多吃一点，哪怕说睡觉前吃咸了，你第二天上镜都是垮的。所以呢，最近还好，最近就是对上镜要求没有那么高，而且也很少有人会盯着一个歌手说他丑，就是也不至于说盯着一个歌手说，哎，这个他长这么丑不配唱偶像剧的 OST， 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最近就稍微健身啊，让自己壮实一点，就看起来有点劲儿啊。和我一定会等着阳光照进裂缝的那一刻。有朋友说8块腹肌，没有啊，因为我的腹肌呢也不是8块，因为你很多朋友可能说8块腹肌呢，就是证明那个人的腰比较长，就是腹肌几块它是天生的，有人4块，有人6块，有人8块，好像还有人5块
啊，陈星旭好像就是5块，他上次他自己说的5块腹肌，他好像是5块，就是他是人体组织，他是天生的啊，有的人是1块啊，比如我几块，我6块啊，就是但是现在就是6块就是隐藏版，我属于那种隐藏款啊，隐藏款现在还没开出来呢啊。我是6块，但是8块的是腰比较长的那种的，我是腰相对短一些的，然后就是，所以哪怕我就是真正的练出来了，它也是6块，不是8块啊，但现在没有啊，最近因为没有说去控制碳水啊，或者是高强度的有氧啊，或者高强度的力量训练，也没有，我在适应，不着急啊，不着急。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不知道，可能我这人就是相对来说在这方面就是在这方面我可能会保守一点啊，因为我就是从小我跟我爷爷奶奶一块长大，我对这方面可能就是如果我一个大小伙子光膀子给各位看，我觉得也不知道，我心里会第一我心里觉得有点别扭，第二呢我会觉得我怎么混的，就是跟别人没关系，我是说我自己啊，我就觉得我好像怎么已经沦落到需要卖肉了？难道我的才华、我的音乐、我的演出、我的所有的一切还不够吗？难道我还要卖肉吗？不用，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只剩影子嘲笑我。怎么，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时间和爱从不会倒带，我的青春也不会重来。时间依旧沉默不语，但也被引力抓着前进。再过千万个雨季，我真的好奇，谁能找到我们的痕迹？过去的快乐无法比拟，初见你是我最好的回忆，参不透青春留下的谜语，饮酒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有朋友60岁时候还直不直播？我觉得各位啊，你们想的东西有点太远了，因为现在时代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就是你想想，就光 AI 的发展，我当然不是跟你们讨论 AI 啊，我是想说发展的非常快。你等我们真正60岁的那一天，你都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了。你可能已经他直播，可能这个形式都已经变了，他可能是实时互交，就是可能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然后跟你聊天。因为前2天我去体验了一下那个苹果的那个 VR 眼镜啊，Vision Pro。然后刚出的一个2代嘛，我去体验了一下。那天我去彩排那天，然后有个人就是拿了个苹果眼镜过来给我体验一下，然后让我看看那种就是VR 演唱会啊，让我去看看，就是我也长见识嘛，所以最近也看了一下那个东西，挺好的啊。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有朋友60岁实现1户1宁，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啊，你说天底下这么多男的，你还能等着我？你早追别人了啊！我真不相信啊！影子嘲笑我，怎么，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时间和爱从不会倒带，我的青春也不会重来。有26年进组吗？不一定啊，不知道看情况吧。有好的本就进，没有好的本也不硬进了。饮酒的人都困在回忆里。
是因为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能硬拍啊，因为我发现我很多我认识的人都在硬拍，也不能说硬拍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种感觉，哎呀，就是大家都在重复做这件事儿啊，重复的拍，不停的接啊，然后一不接戏就慌。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有那个阶段，我也有那个阶段，就是，但是我就想说，也当然也不是说对艺术的追求了。我从来我很少跟大家说，我说我有对艺术有什么追求，我去玩这种高大上的高尚的这种东西，玩这种艺术感。No，我只是说我喜不喜欢。我觉得如果这件事儿我做了之后不会让我有成就感，不会让我开心，不会让我喜欢，那我就不做了。我也没有那么的，就是说一定要硬接一些东西啊。因为有些东西你硬接了，其实对你来说是伤害。伤害的不是说你光的在这我说的伤害不是说你在行业里的一些伤害，说可能这个剧播垮了或者怎么样，也不，你看很多人那个剧播了铺了一部又一部，不也一样在拍吗？对，就是所以这个行业是这样的，所以不是说怕他铺了说怎么样的，当然就是觉得因为我接着不好了，我拍的也不开心，我觉得也没有意义。嗯，也没有意义，所以呢，就先不接了啊，看到好的接。而且我感觉啊，我感觉2026年影视行业可能也不知道，就是也不会说特别的蓬勃啊。宁哥，你那个憔悴了，不是憔悴了，只是你可能平时看到我的时候，都是我都画那种全妆的，都擦4斤粉，2根眉笔。我一次化妆消耗的粉底是那个4斤，用上蹭那种的啊，4斤粉底，然后呢2根就是眉笔画眉毛啊，因为我就是眼影呢打2盒，就跟画皮似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完揉面不是揉面，就是4斤你包饺子，4斤粉揉面不是揉面啊，就是那个就是为了就是抹腻的，大家就家里都装修过吧，没装修过也看过装修吧，就是那种抹腻的，给脸抹平一点啊，就是所以呢，可能今天我没有化妆，所以就让你觉得有点憔悴，其实都一样，你看到那个屏幕上那些光鲜亮丽的。他私底下不会说像那个化完妆那样的，但有些人是那种天生丽质的，你在天生丽质，然后你在那个现实当中看他也很好看，我就属于那种天生不丽质那种的。我从小因为我天生就是不励志，但我立志想当一个歌手，成功了啊。然后这歌太吵了。这样啊，我可能今天这样，今天我过生日，就是也不是过生日了吧？今天是我直播是我的主场，我掐指一算啊，你觉得这歌吵是不是因为咱俩年纪相仿啊？我有没有说对？我说对了，你扣1。你说不，宁哥，我16岁、18岁、20出头。你告诉我，你要能犟这个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跟我年纪相仿？年纪相仿是不是差不了2、3岁啊？宁哥，我20仍然觉得吵，
不好意思，是我狭隘了，是我片面了啊。有朋友说我50了，我一点不觉得吵。好的姐，你看看，就是永远得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哎，跟吵不是吵不吵，当然这首歌我也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吵啊，当然就也分场景嘛。你到了我这种高级直播间里，你听听这种音乐也是 OK 的。你平时在家你想听刘宇宁的歌，你就听刘宇宁的歌，刘宇宁的歌有的歌也挺吵啊，感觉声音太大了，就是要这么大，我就是一定要我故意放这么大的，朋友们。因为很多为什么有些朋友看我直播是那种比如说看了1个小时2个小时，他都觉得哎时间过得很快，为什么？因为我时常会给你一些刺激点。音乐也是一部分，就突然让你本来就是看有点困了，说他在这叨叨什么呢？什么4斤粉8斤面的，什么揉面，突然哐哐音乐一响，你直接精神吓我一跳啊，又清醒了，把你的耳朵叫醒，懂吗？有朋友说为什么你脸发光？抹了点2斤猪头肉，下午买了2斤猪头肉，别说吧，好像说是过生日吃口猪头肉，然后今年可以就是顺顺利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圆圆满满，油光正面。所以我刚才之前脸上就上点油，这样显得皮肤不干，擦 BB 霜的时候就可以可以就是稍微的润一些。油头粉面。有朋友说条件真好，吃2斤猪头肉条件好。你过的是什么日子？2斤猪头肉你觉得条件好？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连2斤猪头肉都吃不上，我想问了你一句，找个班上吧。好言相劝，真的是找个班上吧。你只要你现在任何的地方，你只要找班上，你都可以买得起2斤猪头肉，除非你不吃猪肉啊。如果我清真我真吃不了，那你别吃，你吃牛头肉、羊头肉，我太腻了猪头肉，所以得配蒜泥嘛，朋友们。美食节目，朋友们啊，美食节目就是，所以就是，如果朋友们猪头肉这个东西怎么吃，朋友们，哎，要说这个猪头肉呢，朋友们怎么吃呢？一般呢，因为它比较腻嘛，所以呢，在我们东北这一块基本上是配蒜泥吃的啊。把大蒜剁碎了之后，倒点醋，倒点酱油也行。如果你本身那个猪头肉就是很很咸了，是卤过的啊，一般基本都是卤过的吧，你就直接蘸点蒜泥吃，嘎嘎香，嘎嘎下饭啊，是不是？也可以，刚刚有朋友说猪头肉拌黄瓜也是个招啊，也吃过啊。不爱吃蒜咋整？不爱吃蒜，蘸番茄酱，番茄酱可以吧？猪头肉蘸番茄酱，可以吧？我搞芥末凉拌，芥末凉拌也是可以的啊，芥末凉拌也好吃，炒蒜苗也 OK， 好吃的啊。辣椒油，哎，可以，辣椒油也可以啊。你哐哐炸一碗辣椒油，你哐哐整一下也挺行。有朋友说配茅台，你炫富呢？我告诉你，我就是那种网上的喷的，你只要跟我聊一些稍微昂贵的东西，我就说你炫富。我就说你配茅台怎么配二锅头不行，还非得配
配茅台，显得你能喝得起茅台是吗？闪烁的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行，朋友们，你们等我一下，我去上个卫生间去啊。你们等我一下啊，然后那个我给你们放个 VCR 吧。可是我害怕，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哎，为什么这个这么短？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啊，我一会儿回来跟你们讲啊。乌云遮住了晴天，雨滴淋湿了双眼，你即将对我说再见，我怎么舍得你啊？我怎么舍得你啊？你就要出发，你勾住了我的肩，说跟我再喝一杯，当作是最后的告别，我怎么留住你呀？我怎么忘了你呀？要声泪俱下，每一次天黑，我把你的名字念10000遍，整个心全部都是你呀。哦，全部都是你呀，可你不回答，像会连成线，我却没办法再见你一面。你是否还能记得我啊？你可要记得我啊，永远不放下。你勾住了我的肩，跟我说再喝一杯，当作是最后的告别，我怎么留住你呀？我怎么忘了你呀？要声泪俱下，每一次天黑，我把你的名字念10000遍，整颗心全部都是你呀，哦，全部都是你呀，可你不回答，像会连成线，我却没办法再见你一面。你是否还能记得我啊？你可要记得我啊，永远不放下。每一次天黑，我把你的名字念10000遍，整颗心全部都是你呀，哦，全部都是你呀，可你不回答。山会连成线，我却没办法再见你一面。你是否还能记得我啊？你可要记得我啊，永远不放下。
棒棒棒棒棒棒棒！读了四书五经，学会一身坦荡，翻过陈年旧账，走马几轮光阴，也走一轮面庞，演过人情薄凉。我看过万里雪茫茫，也曾为谁紧握不放。去生之柴米油盐中国最衣裳，才艺歌声，成就回响，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一千句，一气万两，昨日应如同伴，万缘内方。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永照不丈量。嘿，钟声万响，粉墨登场。闪烁的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摇摆晃动。摸手这件事吗？这还真是啊。摸手倒还好，无所谓，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歌手，在舞台上演出的那一刹那，我就是那个表演者啊，跟各位这个击个掌什么都没问题。闪烁的瞳孔，但戒指差点给我撸走。以后啊，朋友们，我想今天可能也趁着这个美好的一个日子，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以后呢，打个比方，我要是跟你握个手或者击个掌啥的，你别好像是感觉就是说句难听的，就是感觉就是疯了似的。哎，击个掌就是可以的，你别本来我开始好好的，我寻思我就击个掌啊，跟大家啊，就是那种舞台上表演那种的歌嘛，就是那种互动性嘛。结果直接薅住我手指头我就不放了，你要干什么？你要吃了？你要带回家？你打包你啊？冒昧的家伙！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你击个掌或者握个手都行，你哐哐你薅我手指头，非常无语。而且呢什么呢？而且就是你以后你得知道一件事儿，平时有的时候因为我参加那个晚会属于就是现场直播，你别当时搁那你直接一句脏话从嘴里出来了。我回头我看那个回放的时候，我都听到你在里边骂脏话了。你说了一句我靠，我唱歌，我麦克风给你音儿都收进去了，你小点声以后。你们不信，你回头看看，我跨年那个晚会那个节目，里边有人在那就是无语。好好的一个舞台，好好一首歌里边有脏话。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深黑。直播放出来，我找去，我找一下，等一下，我看能不能找到啊。我看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那个把你的名字。等一下，我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江苏跨年的那个视频？
就这地方，听没听到？啊？听没听到？听没听到？就刚才那个地方。伤心的人都在跳舞啊，没声啊。人最怕就自嗨。等一下，刚才我光自己嗨去了，没管你们。什么来着？我看看啊，我在哪个地方？我看啊。你可要记得我啊，永远不放下。你扣住了我的肩，学会了在乎你的，当作是最对的告白。我怎么留住你呀？哎，听没听到？就在这儿。怎么留住你呀？我怎么忘了你？我怎么忘了你呀？要声泪俱下，每一次天黑，我把你的名字念10000遍，整个心全部都是你啊！我对这样的朋友，我只想说4个字：下回注意啊！闪烁的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摇摆晃动。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朋友说你听得太仔细了，我不是听得太仔细了，因为我当时在那唱歌，我麦克风是收音的，我麦克风直接连到我的耳机，我直接连的耳机，它跟个监听一样，什么被歌颂，它跟助听器一样。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扼住了喉咙。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真黑夜。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我怎么这么晚还喝咖啡？你说我妈呀，你管我呢？你管我喝不喝咖啡？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扼住了喉咙。我妈都管不了我，你能管得了我？我能听你的。
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我能不能讲讲摩羯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麦克风的故事是吧？麦克风设计理念啊，其实也没啥设计理念，就是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也算是回来做了一年的歌手嘛，半梦半醒的整黑夜。就是这一阵我就特别喜欢研究设备，就研究麦克风啊、耳机啊这些东西，然后包括声卡呀，包括一些效果器啊，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因为包括一些编曲软件什么的，我就今年就真的是徜徉在这个音乐的海洋当中，不仅是说从这个舞台上，私底下也喜欢研究这些东西。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包括这个麦克风啊，这个麦克风就是才买的。为什么买它呢？因为也是录那个原计划。因为就是其实这个麦克风倒无所谓，我主要是个头。这个因为你会发现细心，当然我这个就给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啊，小小的科普一下，就是每个歌手用的麦克风，基本上那个身体是一样的。给大家先稍微科普一下啊。基本上那个身体都是一样的，身体是什么呢？都是森海塞尔的，对，森海塞尔这个麦克风呢，大家也知道，因为最开始可能大众对森海塞尔的理解，我说大众啊，不是说那个专业音乐人啊，大众对森海塞尔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是在多少年前，歌手就是那个湖南卫视那个节目，歌手那个节目上说，那个歌手用的麦克风是20几万的，然后那个音箱是多少钱？他们那当年不是主打说音质好吗？主打是那个歌手那个节目说是音质好，当时说现场音箱是多少钱打造的，然后歌手用的麦克风都是20多万的啊。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没出道呢啊，那时候我还没出道呢，我还不懂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好哇，不明觉厉，觉得好厉害。当然出道之后才发现那个麦克风没那么贵啊，那个麦克风3万左右啊，3万左右。然后呢就是想说那就那没说完啊，当然很多艺人呢，比如歌手用的麦克风，这个地方从这儿到这儿啊，基本都是森海塞尔9000，然后呢人民币大概3万块钱左右啊，有的便宜一点，有的贵一点啊，3万块钱左右这个，但是他们不同的是什么呢？是上面这一块，上面这块是可以换的，朋友们啊，上面这块是可以换的啊，这个是每个歌手用的不一样。比如说周深用的是 V7，他那个头是 V7 那个麦克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就是麦克风分两种，一种是电容麦，一种是动圈麦。电容麦呢，就是简单易懂的，就是收音效果非常好，现场的所有的杂音什么的收的特别好。但是你对演唱的环境要求很高啊，演出环境如果很嘈杂，你的那个麦克风里全是杂音。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动圈麦，分两种，一个电容麦，一个动圈麦。动圈麦呢就会屏蔽一些噪音，底噪都会屏蔽掉。对，所以呢，就是 V7 呢，周深用的那个是一个动圈麦，因为它的高频比较多，所以用动圈麦唱出来是很舒服的，那个声音是很舒服的。那比如像是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4018，这个头叫做4018，这是谁用的呢？这是黄子用的，黄子弘凡最近用这个头。然后呢，那天我说你这啥头？他说4018，然后我就上网买了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每个麦克风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啊。对，它这个是4018，很多朋友懂。然后呢，我平时用的是什么呢？我平时那个麦克风是 KK205 啊 ，KK205 也是一个麦头啊，我那个也是个电容麦，但是我每个都试过了，所有都试过了，试完之后呢，我发现就是KK205 是最适合我的，它最能捕捉到我的声音的特质。和我在唱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啊，我唱的时候是最舒服的。4018的特色是什么？特色就是高频稍微好像我不知道，我的体验是我还没体验，因为我第一天用。他跟我说他就是高频没有那么的多啊，就听起来很舒服，声音很实，就是很在你就是有点很贴脸，你听的声音很实，所以是这样的。然后呢，今年我一直在研究这些东西嘛。KK205我用的是我基本所有的麦都是 KK205 那个头，然后呢，我是比较适合我的。然后都是气泡音，也不是啊，也不是。然后呢，
我今年就想说，那因为我想换麦头，然后感觉发现麦头都换不了了，那我想说，那怎么才能让自己的麦克风更炫酷一点呢？于是呢，我就想说，要不我自己设计个麦克风带把手的啊，像一个剑柄一样，就是好像手里拿的是一个兵器，就很帅嘛。就是因为我就是可能也因为就是拍古装戏拍的，对兵器这个东西很有一个感觉。然后呢，我就上网去找，我就说有谁能定制麦克风？于是呢，我就上那个网上去找，就找到一家店铺，他家就是定制一些麦克风啊，做的喷的漆啊、颜色啊什么都很好看。我开始没想做把手，我想只是说喷个不一样的颜色。我当时想喷个什么颜色呢？想喷一个那个，就是叫那个颜色叫什么？叫做玫瑰金。就是 iPhone 手机出了一款玫瑰金，你知道吗？就是粉不拉几的，然后又有点金色那种的。我想喷个玫瑰金，就有点那种好看，就是比较不一样嘛。结果我发现他家有定制的麦克风，于是呢我就说，哎，定制怎么样？他就给我介绍一些定制，但我都发现那些定制都不太好啊，或者是有人用过了，因为他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艺人，他给我推荐林俊杰用的那个，然后呢又给我发了一些什么张韶涵用的。哦，他以为就是我是一个普通那个歌手或者是酒吧歌手之类的，要麦克风，反正用明星同款嘛。但他不知道我也是明星嘛。然后他说：“哎，这个谁是用的啊？这个是谁用的？”我说：“哦，我说行。”于是我就想说，那我就我说我自己设计一个可不可以？他说也可以啊。我们这边也帮忙设计。然后但是当时呢，我有点就是没信得过他。于是呢，我就找到，就是我之前大家都知道我玩那个文玩嘛，文玩，然后有一家文玩饰品叫红出品，玩文玩的一般都知道这家啊，他家的东西就是雕刻的是比较厉害的啊，雕刻设计这一块比较好看，我也比较喜欢他家那个雕刻风格和做那个饰品的风格。于是呢，那个对。红出品嘛，当然也不算打广告了啊。大家他家的，就是他家这个东西就是比较贵啊。然后呢，就是我之前就有他微信，有他家销售的微信，他家销售呢就特别的好，好在哪儿呢？总给我发各种的东西，说哎，老板，你看这个三通刚做出来了，怎么样，好不好看？我说挺好看的，多少钱？告诉我多少钱？我说太贵了，买不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哥，这个东西啊，我就是干这行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我说真的假的？真的，这个珠子找不到，我干这行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珠子。我这块我先给你，现在你看的是个裸珠，但是我给你镶嵌上之后啊，马上就是一个就是绝对牛啊！就是在这个你拿出去，大家懂这个东西的一定觉得你很牛。我说独一无二是不是？是不是你干这么多年他是最好的？他说是。我说行，那买了，然后就买了。买了大概过了2个月，他家这个销售又给我发说，哥，我又找了个珠子，你看看这个怎么样？我说我不懂，我说我对这些珠子我不懂，啥意思啊？他说这个珠子我干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我说我说你看我拍了张我的三通给他，我说你看看这个呢？啊，他说你这个没有我这个好。我说你上次不跟我说你干这么多行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吗？你怎么又发现一个更好的？他说我现在手里这个比你现在手里那个好多了。我现在这个，我告诉你，我干这么多年就没见过这么好的。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说，当时我这个人也不是冲动消费，我说我不要了，我说我不买了，我够了。那个时候我三通我也不缺，我说可以了，够了，足够，我不买了，不要。他说哥，我给你打折。我说我买不起，我说太贵了，我当时我就说我太贵了，我买不起，家庭条件不允许。
他说哥，你要买不起，就没人能买得起了。我说啥意思啊？他说哥，我知道你是谁。他说我哥，我知道你是谁。我当时一愣，哇，他怎么知道？于是乎呢，他跟我说，他怎么知道我是谁的？因为他卖这个三通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基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平时就是我出门带串，你也有路透嘛？他说，哎，这东西怎么在刘宇宁身上？他开始他也没当回事儿，结果呢，好巧不巧，有一次也是去澳门参加活动，我迎面走来一个人呢，那个男的是谁呢？我认识，是三一纯他老板啊，三一纯他老板。然后呢，每次因为我们之前去我们的歌啥的都见过，我认识他老板，他老板也喜欢玩那个文玩啥的，他就迎面走过来，他看我带了个串，他说：“哎，这哪串啊？”我说：“啊，我才整的凤眼什么的玩意儿。”他说：“哦，你这个三通是那个红出品的吧？”我说：“哦，对啊。”我说：“对啊。”我说：“你懂啊？”他说：“我跟那个他家那个，因为那个老板叫李红嘛，他说我跟李红关系可好了。”我俩天天基本没事就吃饭什么的，关系可好了。我说哦，我其实也没事啊，无所谓啊啊，对。然后结果那个销售就说啊，那个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宁哥吧？我说啊，他说那天那个，因为三一纯的老板叫什么凯嘛，叫赵凯嘛。然后他说那个凯哥那天来我们这儿了，说那个你的三通在刘宇宁那儿啊，我就知道这个是你了。我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你了，因为我对，然后我当时一听我就一肚子气，我说你知道是我，你还天天拿我打广告，因为他那个朋友圈天天说刘宇宁同款的什么翡翠什么玩意儿手链，我说你知道我谁，你天天拿我打广告，你经过允许了吗？我买这么多东西不给我打折，还拿我打广告。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然后那小伙听完之后懵了，啊，他说：“哎哥那个什么，我哥那个，我当时那个那个不知道是你，你看我知道后面我也不发了嘛。”这是我跟那个李红他们家那个关系是这么认识的，他大概也知道我是谁了啊。然后后来我当时就想说，哎，那我就是设计个麦克风嘛，我这个行业里认识的设计师，我可能就跟他有点瓜葛了。而且他的东西确实也不错啊，因为你知道我设计师，我就可能认识他了。然后我就加上微信了，就聊了一下。然后他说你想设计啥样的？我说那个我想设计一个，因为我摩羯座嘛，大家也知道我摩羯座嘛。我说我想设计一个摩羯相关的。他说那你有啥图吗？有啥参考图吗？然后我就直接上网去搜，就是那种摩羯的那种图嘛。其实摩羯就是羊嘛，对吧？一个羊头，然后尾巴是一个鱼嘛，对吧？叫山羊鱼是吧？摩羯这个星座这个摩羯座的那个星座那个东西，我就发了几个图给他。他说这是羊头是不是？我说是啊。他说我最擅长的就是羊头。我说那我就找对人了。于是呢，就叫他给我设计嘛。设计完了，过了几天他就出了个3D 图给我，我觉得哇好帅。然后后来就选说那用什么材质去做啊？当然是不可能用黄金做了啊，因为那个用黄金做的话，第一是啥呢？第一是太贵了。我整个那个麦克风如果是黄金做，那就贵死了啊！那得好多金价，那估计几十万的金子啊。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太沉了，太重了啊，特别重。然后呢，他就用银子做的嘛，银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啊，用银做的。然后呢，后来就是先用银塑形，塑完形外边镀了一层金，就看起来是金色嘛，镀了一层金，用银啊，用银子做的，然后外边镀的金。然后最后就是出现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啊，前后折腾了好多东西，因为开始用银子觉得也太重了，后来就想用钛合金，
用钛合金做，钛合金发现不太成型，也不太好，有点没有银子那个密度高嘛，银子密度高，所以会做的特别精致嘛。然后后来用银子做的，其实也那个麦克风说实在的是不贵啊，因为银子可能那些银子也没多钱，而且那个人他也知道是我嘛，所以他也没赚我钱，他就收了个成本价。其实设计费什么的他基本都没收，他就收了个那个用料的成本价啊，就是当然也没，当时因为他做一半的时候，我当时一看做这么好看，我就懵了，因为他家随便一个三通都卖几万块钱，这么大啊，这么点一个三通都卖几万块钱。我说你给我做这么大一个，得多钱？我说我说要不咱给价钱先商量好了，因为到时候你哐哐给我做完了之后，你给我开个天价，我不要了。你说我在这行业还混不混了？你再给我发网上说刘玉玲欠钱不还什么的。哦，他说没事儿，你看给你吓的那个我用不了多少钱，我没事放心吧。后来确实没收多少钱啊，就是所以那个麦克风最后的成品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包括那个喷漆那一块是找的那个音频店给我喷的，设计是这个红出品这边设计的，两个人也给我忙活了将近2个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啊，也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喜欢啊。当然后续也在做别的了啊，摩羯只是第一个，后面还有别的东西啊，没事慢慢来啊。伤心的人都在跳舞。哎，好那个，等我那个什么，等我回来跟你说哈，哥。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摇摆晃动。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深黑。伤心的人都在笑着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摇摆晃动。然后12星座凑齐也没有了，因为那个不知道，他们好像还在做啊，因为刚那天那个红出品那个老板说那个我又在做一个，到时候给你个惊喜。然后我说好的，我等着他的惊喜，他的惊喜不是一个账单就行。我希望你们限定团能出道。你说 Seven Kiss 是吧 ？Seven Kiss，前2天因为我算一个一统嘛，我也就是可能我就是人喜欢张喽，然后我说那个讯号那个歌，后来不是我们那跨年那天演了一下嘛？跨年那天不是演了一下嘛？演了一下，然后就觉得那个音频效果不是特别好啊，因为他现场他不可能特别好的，又不是，而且那个场子比较大，所以呢，就是你在舞台上同时开7个麦，那个声音必须会串的啊，7个麦，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团，你在舞台上全开麦，7个麦它不可能不串的，它声音都会串的，所以非常嘈杂。然后后来呢，我说那我们就出一个7人的录音版吧，讯号啊。然后这2天我让那个可为还有娜娜他俩都去录了啊，然后于可为还有欧阳娜娜这2个人去把他们的人声录了。然后我们之前不也有，然后我们把所有的人声都录了一下。后来最后可能后面会发一个录音版的，正儿八经录音版的一个讯号。我倒不是说这歌希望它火或者怎么样，跟火没关系啊，或者是希望它。就是发歌都有一个诉求嘛，就希望它火呀，或者播放量什么高啊。那歌本身就是一个演出的歌，它的收藏量、播放量肯定不会高的。然后，但是呢，我就想说，我们7个人的合作没有一个完整的好的音频在网上，所以呢，就觉得有一些遗憾。所以我跟他们一商量，他们也一拍即合。然后可能因为今天那个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录音文件给我了，然后我找我的那个编曲老师他们就开始做后期了。所以过一阵就可能会上线一个讯号的一个录音版啊，录音版正儿八经的版本，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听一听
啊，当然就是因为它就属于一个纪念吧，啊，音乐原计划第2季限定团的一个纪念啊，一个对。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扼住了喉咙，伤心的人各自。想听明天的新歌，明天的新歌，哦，明天的新歌是一个是我专辑里的一首歌，就是为什么卡在明天发呢？其实有一点意义啊，因为这歌是给大家剧透一下吧，我不知道，我给大家剧透一下，它是一首佩妮姐给我写的歌啊，佩妮姐给我写的歌。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开心的是，我出道以来认识了很多前辈，都特别好，认识的特别很多的前辈都特别好，就是那种无论哥哥也好，姐姐也好，或者是任何合作的人，我基本上遇到的坏人很少啊、一般背后坏我的都不认识，是这种的。但我认识的都是好人，都很好，而且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包括奇哥呀、佩妮姐，我们都是不是说用到对方的时候才会去发个消息或怎么样？没有，我们私底下也经常聊天，没事儿就奇哥会发消息说小宁啊，最近这个怎么样？我说啊，在干嘛干嘛的。然后我奇哥最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注意身体什么之类，我们都会有这种的。包括跟佩妮姐也聊了很多，有一些音乐上的东西也聊了很多。然后就是他有的时候他也会关注到他，因为他没事儿也会刷到一些嘛。然后他就发现有一段时间我状态特别不好，我的状态特别不好。那个时候可能，但是我不可能在网上跟大家说嘛，跟大家说，我说我状态非常不好，我状态非常不好，我很脆弱，我很难受，我对这个行业很失望。没有，那个时候就不会说嘛，就不会说。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他们，比如说那个佩妮姐跟我聊天，她说小宁。那个宁，你这个状态不太好啊，我就跟他讲一讲，讲完之后，我就说，可能我就说了一些嘛，说了一些我当时的一些心情，我就觉得好像干什么都没什么太大意思了那种感觉，就是当时状态不好嘛，于是他就根据我当时的那个状态，然后算是写了一首歌吧，写了一首那个时候的我的心情，也算对我一个鼓励。然后当时我一听，我就很感动，于是我就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把它录了。很早的时候把它录完了，但是一直没发，但是现在那个心情都已经过去了。当天空的云波流向我，侵蚀我的魂魄，直到软弱。你便只好的往我看破。然后宁哥，你说我去复习，还是要看你直播？就现在你要考试了，要复习和我直播再选，对不对？就是你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点，我就给你剖析一下啊，宁哥跟你讲的明明白白的啊。第一呢，你作为一个粉丝看一个艺人的直播，你能问出这个问题，你觉得这个艺人能怎么回答？你觉得这个艺人会怎么回答？首先，无论他怎么想的，咱先不管，咱就抛一边。当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艺人的时候，你觉得他会用如何的方式来回答你？他可能跟你说：“别学习了，没用，不要复习，看我直播。”你觉得他会这么说吗？他绝对不会的，他一定给你灌输的是一种正能量。说你赶紧去复习，我的直播不重要，直播没什么可看的，我的直播和学习来说，我觉得你的未来更重要。我希望你能够考上一个好大学，以后有非常好的一个未来，一个前途。所以学习真的很重要，赶紧放下手机，去学习，去复习，去考试。
去迎接美好的明天。但是我不一样。我首先会告诉你，我想告诉你，我的直播有回放，你今天不看呢，明天也能看。但复习呢，这个临时抱佛脚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大家都说临时抱佛脚，什么临时抱佛脚，但是问题是我奶奶从小跟我说了一句话，叫做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什么意思？就是你上战场杀敌之前，你那把枪，就是那种长枪嘛，就是古代战场那种长枪，临阵磨枪，它就算这个枪啊，这个锋利度不是很快，但是它也是增量。哎，所以得去复习。而且我想问你，你不学习你干什么？你不好好考试你想干什么？你想挑大分呢？啊？你想挑大分吗？你想上街上要饭去啊？你想当流浪汉？赶紧复习去啊！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有朋友说不想上班怎么办？谁想上班？这世界上有想上班的人吗？生活，生活就只剩下一个。有肯定是有啊，当然正能量，朋友正能量。有想上班有想工作的人，但是我不想。你对我说不要失落，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伴我，会一直温暖着我。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遗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有不生完了不想带怎么办？我是妇女之友啊，你们生活上的琐事都得要跟我分享。你生完了不想带，你问你老公去，你问我。你跟你老公生完孩子，你去嘎嘎，你来问我不想带怎么办？我你丈母娘，不是我是你婆婆还是什么？你生完孩子不想带，生的时候想啥了？要记得回来看。你生孩子，你现在不想带孩子，等你老了，你孩子也不想伺候你，一样，你自己选。我因为说不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那山花谢了又。你当我是你润蜜啊？啊，我是你润蜜。润蜜还行啊，润蜜。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重逢，我绝不会离开。月亮它弯了又圆，年轮一圈又一圈，我会一直等待，因为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有朋友说闺蜜，你是不知道这个梗是吧？没事儿，无所谓。我就再没文化，我也知道那个是叫闺蜜啊。不要瞧不起我们烹饪2技校毕业的闺蜜，我还是知道的。润蜜是一个梗。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遗忘啊。
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要记得。有朋友未成年人可以看演唱会吗？可以看啊，请在家人指导下观看。而且首先我的这个演唱会非常的绿色啊，没有什么露腹肌、撕背心这些东西啊。会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票可以看吗？没票可以看吗？这样，你家楼下有没有饭店？你家楼下有没有饭店？你去你家楼下饭店，你点10个菜，好不好？你点完10个菜，点完之后你跟老板说一声，说我没钱能吃吗？如果他让你吃了，我就可以让你看，行不行？没钱不是没票能看吗？你问他，你跟老板说，你说我没钱我能吃吗？这10个菜我能不能尝一尝？我每个就吃1口就行。你问问他行不行？如果行的话，你回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你联系我工作室啊。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有朋友说我是饭店老板，我不同意。正常，有个饭店老板是他爸，家里开饭店的啊，那可能可以吃。那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那你也属于一个富二代了吧？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重逢，我绝不会离开。月亮它弯了又。有朋友说我叔是开饭店的，我就发现咱这直播间啊，就是人一多呀，就是说的话有时候不着5不着6了。就是咱们聊的都不是一个东西，你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冷不丁来一句，你说我接好还是不接好？就是刚才咱就聊说开吃饭店买那个吃饭不给钱这件事儿，然后可不可以？刚刚有朋友说我叔开饭店的，他冷不丁来一句，我不知道怎么回他啊。你叔开饭店的，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第一。第二，你上我这来打广告吗？就是很冷不丁的，就来这么一句啊，但是挺好玩的。行，你有机会去尝尝啊。辩论一圈又一圈，我会一直等。有朋友他能有朋友说他的意思是他能白吃呗，我真不信。刚才那个朋友，你说你叔是开饭店的，这样事儿，你明天去你叔的饭店啊，你点10个菜，点完之后你跟你叔你说叔我没钱，这10个菜给我上，我就尝一口，可以吗？如果可以，你有视频的话，你发给我工作室，我看看。我只想看看而已啊。因为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有朋友说我爸妈不让我追星怎么办？那你就别追呗。你爸妈不让你追星是好事儿，是好事儿，我觉得是对的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追星这件事更有意义。有朋友说不分追的谁追谁都一样啊，都一样。
这个就是追星这件事儿吧，怎么说呢？它只能算是你生活当中一个快乐。有些人喜欢打游戏啊，有人喜欢打游戏，在游戏里充钱；有些人呢喜欢钓鱼，他喜欢花钱买鱼竿啊；有些人呢喜欢什么呢？喜欢骑自行车，然后他去买装备、买衣服、买自行车。有人喜欢滑雪，冬天要到了，喜欢滑雪，他去买雪鞋、买滑板，买雪板、买装备、买眼镜啊，买一些护膝。这是他的爱好，追星也是一种爱好啊。有些人追星，他就买演唱会的票，他要看到他要听他唱歌啊。他只需要花上几百块钱，最多是1000多块钱，就可以让这个人在这一场，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合里，给他唱3个小时歌。这同样是一种获得哦，就是它是一种爱好。但是你可以选择，如果你爸妈不让你有这种爱好，就像你很多人不让孩子打游戏是一样的啊，你可以选择那就不打了呗。你有别的事，你可以去钓鱼去啊，可以。有朋友说，我妈跟我一块追你，有眼光的一家人。有人说，没有你，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了。倒也不必。你这有点就是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就特别瘆得慌。我呢，有朋友要吐了，跟吐没有关系，这跟吐没有关系。这不是吐，不是恶心，他这不是恶心，是一种不知道瘆得慌。我这个瘆得慌是什么吧？就是不是说他会伤害我那种瘆得慌，我是觉得你说这句话就是好像就是有点不对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有意义的事儿了，我不算什么。你跟一个就是网上莫名其妙你都没有见过的人，你觉得他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意义，这件事儿是错误的。不是有去无回。我最多算是你网上的一个朋友，你远方的一个朋友，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见面，但是我最多算是你一个网友，但是我不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朋友们，我下播了啊，拜拜。不是爱情，但一直有去无回，回到哪里？有朋友说你鼻子上怎么有黑点儿？鼻屎。你说这个是吧？这个是吧？你说是这个吗？有个黑点儿是吧？鼻屎。刚才挖鼻屎的时候没弄好啊，没弹飞，弹鼻子上了。你是我粉丝吗？身暂足力气如樱花般，在瞬间开尽。我看见时间和白首喧闹的山林。你说有去无回的才算爱情，我就这样有去无回，而你在哪里？剩下枯木般。有朋友说音乐原计划为什么跪下来唱？说音乐原计划为什么跪下来唱？我这人就喜欢跪
我天生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就喜欢下跪，不行吗？爱好，我唱嗨了，巅峰犯傻，我倒没想那么多了。因为啥呢？因为你们想听实话吗，朋友们？我就想，就是有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在网上去美化我的一些行为，说啊，宁哥一定是犯傻，他单膝下跪一定是唱给他的粉丝的，一定是就是很尊重他的粉丝，他是那种有设计的单膝下跪啊，他是那种很浪漫的人。No， 你们想听实话吗？实话往往很刺耳。有朋友说脚软脚累，不是这样，朋友们，我们来回看一下这一段啊，给你们讲讲给大家讲讲我的心理的一个心路历程。不然算了吧，让你剖析一下。等一下，你说有去无回的不是爱情。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版本 ，sorry， 这是那个现场版。哎，好像只有这一个啊版本，好像只有这一个版本。算了吧，那没事，那就那啥吧。大家讲一下吧。没有，现实情况是什么呢？现实情况就是我呢，首先我是个演员，然后呢，我就是对镜头相对来说敏感一些，包括我也是个歌手。那天呢，我站上那个舞台之后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摄像机在我脚底下。摄像机在我脚底下。那天我莫名其妙有一点水肿，我怕我这是有点扛不住从下巴往上拍这个角度，而且我下面起了个大痘，那天我现在还没消呢。于是呢，我怕这一幕太丑了，而且那个地方一看，因为你看我一直在找光嘛，有的时候脸上有光，一会儿脸上没光，因为我彩排的时候就固定站在那儿一直唱，就是假装伤痛男孩。但是现场一有粉丝呢，我就觉得一有歌迷呢，我就觉得我得兴奋起来，我就台上晃一晃，然后这个稍微走动一下，让自己就有点互动性，让这个演出是活一点的。但是当时我一看那个镜头在那么低，我寻思那这完了，这舞台啊，这是盛典啊，这一会儿是上网的，我得蹲下来吧？你这个镜头你拍的别那么丑吧？于是呢，我唱一半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点了，我说不行，我扛不住这个镜头，我从下往上这么拍啊，因为我个高，你说我个矮点还行，我1.9米，直接在我下边，那直接是从下往上拍，所以我有点扛不了，我直接蹲下了。蹲下也就无所谓了，蹲下我不能真的像拉屎一样蹲在那儿吧？那肯定得单膝下跪那种的，显得就是有点就是绅士。显得有点绅士，这样会帅气一点。我真的像一个就是在路边这个吃凉面的那个感觉，我也不太行，所以就单膝就跪下了。但是问题是在这儿，朋友们可能就觉得，哎呀，宁哥真的好浪漫，真的是单膝下跪，这叫什么？这叫骑士什么骑士跪，骑士什么公主王子跪什么这种的，一顿给我美化。然后呢，结果呢，这又
跪下之后完也不算跪啊，算蹲吧。蹲下之后呢，我又发现有一个问题，后面有一句是高音，就是他有一句是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有这么一句高音，就那句嘛。当时我就懵了，我唱着唱着说哦，对，后面有个高音不行，我这高音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因为他词都很紧。啊，他这个歌有个特点就是词很紧，他基本不给你留气口，所以你如果气不完全的均化的给它分散，我分散好了，就会有什么感觉呢？就会那一句高音就容易唱呲。你看那句。装没动心才会显得自己很潇洒。如果我把冲动的痕迹洗刷，只需要对自己装傻，不该说的话就咽下，告诉自己算了吧。到这儿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后面有一句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我蹲的我怕我这个音唱不出来，我先赶紧站起来吧。结果站的时候发现我自己把我莫名其妙踩到自己衣服上的绳子了，差点还摔那一跤。所以就是非常的狼狈，其实没有多帅，很狼狈。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不然算了吧，就假装没动心，才会显得自己很潇洒。如果我把等会儿我以为你膝盖不好嘛，你看看，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就是你美化了它。你觉得我好像很绅士，想要一个舞台设计 ？No， 我只是怕那个镜头从下往上拍有点丑而已，纯就是怕丑。的痕迹洗刷，只需要对自己装傻，不该说的话就咽下，告诉自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有朋友说你的咖啡怎么喝不完？我喝一口就是漱漱口再吐回去，不行吗？最美的白月光扫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从我动心那一刻，其实已经在犯错，还好没被看破，不知是福还是祸，看不清他背影，当泪水涌进眼窝，失去不属于自己的人，为何会难过？不然算了吧，就假装没动心，才会显得自己很潇洒。如果我把冲动的痕迹洗刷，只需要对自己装傻，不该说的话就咽下，告诉自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光扫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有朋友宁哥，今天我是中奖800天了，行了，行了，谢谢你，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认识了800天了。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光扫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杭州什么时候开啊？杭州好像下个月吧，不是下个月就下下个月反正后面还有杭州嘛。是2月吗？杭州应该就是2月吧？对，我不知道啊。有人考虑去国外开吗？有在考虑啊。等我先把这一轮开完吧。等我把这一轮开完，我再想想后面的事儿啊。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的生活？对，后面再说吧。
我，剩我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有朋友说国际大棚疯了，也没有了，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有很多朋友在国外嘛，他们可能回来一趟，首先回来一趟机票就很贵嘛，机票就蛮贵的，然后再加上折腾，一坐飞机坐很久，所以不知道再说吧，我也不给你们什么承诺了。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不要失落，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伴我，会一直温暖着我。可是我害怕我我说宁哥啊，我原名叫刘丁宁。哦，咱俩名字差一个字是吧？挺好的，缘分。其实这个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叫雨宁的人，其实有很多的。我在好多年前，我不跟大家讲过吗？我在好多年前就是去网上搞了一个群，那个群是所有在那个所有叫雨宁的人，然后弄了一个 QQ 群。当时我想看看所有的雨宁都长什么样，都是在做什么。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有朋友我叫孔雨宁，哇，真厉害！你特别怕我是不是？我这人有点，我这个人恐高啊！我孔雨宁。我的牵挂像朵野花被遗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开玩笑。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有朋友说我叫王爱宁，是不是你爸姓王？你妈的名字里有一个叫什么宁？姓宁，或者是有宁字吗？记得回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那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有朋友说我叫重逢，我绝不会。有朋友说我叫曾雨宁，曾爱宁，就是你属于就是脱粉了，因为那个曾那个字嘛，就是曾经的曾嘛，曾经爱宁，你脱粉了。好的离开，月亮它弯了又圆，年轮一圈又一圈，我会一直等待，因为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我们抽奖吗？啥意思？就是我过生日，我抽奖，我还要往外发东西是吗？凭什么？没准备啊，因为我这一次你看我生日，我也没有准备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好像要办什么的，就是因为我不太想过生日，就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然后为什么开始健身了？你们不知道吗？就是觉得自己老了，所以我过生日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也没有那么的想过啊。但是朋友们都很用心，然后去把我的生日当回事儿，那我也非常感谢各位嘛啊。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遗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朋
懂哈？我去看看啊，朋友们，我去抽烟。我给你放个 VCR，朋友们。这个光有点太高了吧？哇，这个光，这不是那个动漫的那个？最美好的他出现在我最窘迫的年纪，我无法自拔，像夜空的星光，照亮了野草，生出新的枝桠。汹涌而来，才让人毫无办法。勇敢的产生感情，却不敢对话。这单方面的爱，让镜子里的自己显得廉价。不然算了吧，就假装没动心，才会显得自己很潇洒。如果我把冲动的痕迹洗刷，只需要对自己装傻，不该说的话就咽下，告诉自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光扫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我还是成为他的朋友，保留在生活圈里的道，自卑让我无法动弹，就像在我脖下牢牢系着铐。这感情不碰就会痒，一碰就疼，像是溅起的泡。我不会说我今天的开心源于昨天你的傻。那天我背后藏着花束，走在他路下的通道，又突然转身离开，假装没看到他和他拥抱。我的世界成完又好像连花瓣都在红笑，才明白他的幸福和我的存在并不是冲到。不然算了吧，就假装没动心，才会显得自己很潇洒。如果我把冲动的痕迹洗刷，只需要对自己装傻，不该说的话就咽下，告诉自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光扫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从我动心那一刻，其实已经在犯错，还好没被看破，不知是福还是祸，看不清他背影，当泪水涌进眼窝，失去不属于自己的人，为何会难过？不然算了吧，就假装没动心，才会显得自己很潇洒。如果我把冲动的痕迹洗刷，只需要对自己装傻，不该说的话就咽下，告诉自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光扫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光扫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谢谢。这个光有点太高了吧？哇，这个光，这不是那个动漫的那个？最美好的他出现在我最窘迫的年纪，我无法自拔，像夜空的星光，照亮了野草，生出新的枝桠。汹涌而来，才让人毫无办法。勇敢的产生感情，却不敢对话。这单方面的爱，让镜子里的自己显得廉价。哟，我说换衣服，没换，朋友们啊，没换。俺的
老换，也没有那么多衣服了。衣服没有那么多了，就可能以前衣服多一点，后来衣服也变少了，都挂闲鱼上卖了，挂在闲鱼上出售出去了，都已经。所以，对旧的一些衣服都挂闲鱼卖了。在网上真的是啊，就是在那吹牛，真是感觉不触犯法律。有朋友说多少钱了？报价我买，报价我买。我谈谈后面的娃娃，那娃娃有啥可谈的？啊。有朋友说刘海挡着眼睛舒服吗？就是这种，就是有一种忧郁感，哪怕这个头发已经扎眼睛，扎的难受到不行了，一样戴着，就是有一种这样会有一种就是忧郁男孩的感觉。啊。你自己看好看吗？很帅气，很帅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已经有很多人说我长得不好看了，我自己一定要肯定我自己，我就很帅气好看。然后地球超新鲜2还是原班人马吗？这我不知道，我又不是导演组，我又不是一统，只是说那个人家找谁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权利嘛，对吧？我找我就去，不找我也没资格去嘛，就是都一样的。你就是其实很多在这个行业，其实你改变不了太多东西。我们作为艺人来说，都比较被动，都比较被动。因为我们是被选择的嘛。当然，我们被选择了之后，我们才有选择的权利嘛，是这样的。人不找你，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说你不去就不看了。你是我粉丝，说这话也是没毛病。废话，我不去，你看啥？当然，他也是个好，如果我不去，他也依旧是个好节目了。但是就是，那你也没必要跟我说哈。有朋友，要不你自己导一部综艺吧？我自己导，你投资啊？综艺现在开起来很难的，综艺开一档综艺真的很难的，对，因为就是得有人赞助嘛，你得拉到投资嘛，拉到赞助，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品牌都是没什么钱的，现在都，像综艺啊、电视剧啊，包括晚会啊，前几年蓬勃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各种节目特别多，但最近就是这几年就是很少。节目很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品牌也没钱了啊。不知道。所以你可以开啊，你可以开综艺，但得有人投资嘛。
当然，如果我的话，综艺的话，我就没那么感兴趣了。自己做综艺我也没那么感兴趣，因为我参加还好，但我对综艺就是自己去做，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有朋友说拍电视剧自己弄，又回到刚才那句话，你投资啊？我现在要拍个电视剧，你投资吗？有朋友说核桃咋盘不红盘不亮？你看看我这个直播间龙蛇混杂的，什么问题都有啊。说我现在是复习还是要看你直播，这种问题也有人问啊。刚有朋友说我生了孩子不想带，是这种问题也有人问。刚有朋友说我核桃盘不红盘不亮，我这也有人问。就是你这问题啊，你在别的艺人直播间里能听到这种问题吗？朋友们，你能可以吗？啊？你咋不问我下水道堵了怎么办呢？你家冰箱不制冷了怎么办呢？你咋不问问呢？我全能主播，啥玩意儿都懂啊。下水道堵了怎么办？下水道堵了，你现在马上走到你家走廊里，一定有小广告是有下水道疏通，你可以联系一下那个，然后你跟人聊好价钱了，就可以上门给你修啊。刚才那个朋友说那个核桃盘不红盘不亮怎么办？核桃盘不红盘不亮，第一是盘不红呢，就说明你什么呢？你身体的这个体质不是特别适合盘核桃。然后有些人呢是身体出油，手比较干，你盘那个核桃就容易亮，容易这个红啊。你大干手盘核桃，你多盘它就容易红。但如果你汗手，越盘越污，越盘越黑，也不亮啊，因为你手出汗多。所以呢，如果你盘核桃盘不红盘不亮，你就多用手套盘，多戴手套盘，戴那种棉手套，尽量要棉的，不要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那叫什么？哎，尽量戴纯棉手套去盘它，然后呢，戴点手套隔汗，然后呢，没事多拿刷的，拿纳米刷刷一刷，核桃就容易红，容易亮啊，多刷一刷，清理一下啊，纳米手套啊，纳米手套尽量少用啊，因为那个是渗汗比较严重啊。英语学不好咋办？英语学不好呢，就是不学啊。最重要是英语学不好是你不想学好啊。如果说你现在英文只要你学好了，你就能获得1亿资产，你肯定能学好。只是说现在目前让你学英语的动力没有那么的强烈，所以你依旧学不好。但如果说只要你学会了英语，你能跟人正常交流之后，你就能获得1亿人民币，你立刻你光学比谁都勤奋，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要找到自己的动力。老师，金刚怎么盘？金刚多刷啊，金刚多拿那个纳米刷刷啊，没事就刷它啊，就完事了，多刷啊。长不高怎么办？长不高呢？你看你什么年龄了？如果你还小，就是你年龄很小，你就多吃点补钙的东西啊，吃点补钙的，然后呢，没事多去拉伸身体的筋，然后让自己柔软一点，就容易就是让骨头长得快一点啊。但是有些这个个矮是天生的，家父母个矮你也没办法，但是你尽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多吃点补钙的，多吃点营养品，这样是对你长个有好处啊。唱歌五音不全怎么办？唱歌五音不全说唱。我还是成为他的朋友，抱了他生活圈里的道，自卑让我无法动弹，就像在我脖前牢牢系靠。这感情不碰就会痒，一碰就疼，像是掀起的泡。我不会说我今天的开心源于昨天你笑。可以啊，就说唱歌五音不全说唱去啊。天天很困怎么办？很困就说明你觉睡得少，多睡点就可不困了啊！你别那种一上班一上学就开始困，到家之后就精神，看刘宇宁直播就感觉精神了，就不想睡觉，10点了还不睡觉，你第二天能不困吗？
你天天熬夜，你不睡觉，你能不困吗？小狗尿地毯怎么办？把狗扔掉，让它成为一个流浪狗，到处可以尿了就。啊，小狗尿地毯就给它扔掉，让它当流浪狗。啊，你们说戴米是吧？哦，戴米肯定不可能扔的，对。戴米那肯定那不可能啊，那可是我的狗啊，我自己的狗怎么可能给它扔掉啊？没钱怎么办？找个班上。我这需要给你介绍工作吗？没有办法，办不了啊！你自己上班啊。我嫁不出去怎么办？嫁不出去怎么办？嫁不出去你跟我说了吗？你是想让我接手是吗？我这块不行，接不了啊。嫁不出去怎么办？嫁不出去就不嫁，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啊。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挺好啊。有朋友说想见你怎么办？想见我就请去购买我的演唱会票，但千万不要就是这个在飞机上堵我，或者在某一个地方门口堵我啊。老大掉头发怎么办？掉头发是这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对这个头皮的护理不是特别注意，所以呢，请使用海飞丝系列的这些就是这个洗发水、洗护产品。这一块去头油脂啊，头皮屑都可以去掉。你头皮健康了之后，你自然就不掉头发了啊。再一个就是首先这是一个使用的东西，海飞丝这块。第二是啥呢？第二就是多睡觉啊，保证睡眠。然后呢，少吃油腻的东西，让身体的这个油脂分泌的少一点。多吃青菜，少吃肉啊。有朋友老大40了还长痘怎么办？我30多一样也长痘啊。40多了还长痘，说明一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什么呢？你还年轻，你身体的这种旺盛的油蜜分泌激素还在疯狂的生长，说明你年轻。就是你40岁还在长痘，我相信你就在同龄人当中，你也属于那种很年轻的那种，对不对？你跟同龄人一在一起，你显年轻，这是好事儿啊，姐妹，别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压力什么东西，显年轻。你40岁都长痘，人问说，哎，你这怎么起个痘？你知道我正青春呢。啊，有朋友便秘咋办？便秘啊，便秘这一块呢，就是咱们这块建议使用，如果是你长期的那块这块的话，咱们这块是建议怎么呢？喝点这种就是这种含有这个乌梅元素的一些饮料啊。然后呢，平时吃的也油腻点，健康，多吃蔬菜，一定多吃蔬菜。你那边多吃点大纤维的树叶，就对你这个身体的这个就比较好啊。你多吃点大叶菜，膳食纤维。然后呢，没事再吃点益生菌什么的啊，就对身体就会好很多啊。明天考试怎么办？去复习去，快走开，别看我直播了啊。冬天手脚冰凉怎么办？冬天手脚冰凉这一块从医学上我就不给你任何指示了。你可以去京东上面买一个什么呢？买一个那种暖手宝，发热鞋垫就可以度过一个暖暖的冬天了。有朋友想嫁给你怎么办？
想嫁给我的话，现在此时此刻关掉手机，躺在床上去睡觉。啊，梦里也许能实现这件事儿，也不一定能梦到。但你努力，总有人就是这样的嘛，有梦想才会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嘛。你现在马上去睡觉，好不好？马上盖被，别冷到了。你不是刚才那个手脚冰凉那个吧？不是那个哈，你也把手脚都盖严实了，别冻到，好好睡一觉啊，有可能梦里能实现。是有去无回的。有朋友说有抬头纹怎么办？有抬头纹这一块，咱们建议的是注射一些肉毒。啊，你找一个美容院。是爱情。朋友们，但一直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就是悟到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真理啊，因为有很多女生嘛，女生爱美嘛，但男的呢，其实还好，为什么呢？就是男的呢有很多种方法让自己变得有魅力啊，但是我前两天悟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朋友们，你知道男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吗？啊，你们有没有知道男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去无回，回到哪里？有朋友说钱、健身、腹肌、幽默、青春赞说唱、睡觉、帅、才华、健身、西服，哦，就是男的穿西服就好像就很帅气是吧？苏感、才华、眼泪、担当、有素质、会做饭、事业有成、音乐、盘串儿。男人最好的医美是盘串啊！你去你家邻附近公园有老大爷盘串，你给我盘核桃，你觉得他老有魅力了。我告诉你朋友们，我悟到的男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是医美。哎，男人最好的医美就是医美，尤其在明星这个行业里。你不要跟我说别的东西，男人最好的医美就是医美，就得多打针，就得多做热玛吉，就得哐哐注射。樱花瓣在瞬间开尽，我看见时间和百兽喧闹的山林。有朋友，那女人呢？女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朋友们，再来波正能量啊！女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呢？朋友们，是自信。其实我觉得女孩好不好看都不是最重要的，一定得拥有自信，拥有开心的心情，积极向上、阳光的一个内心，善良，这些都是女孩最好的医美。是自信，当然自信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说有去无回的。有朋友说我很自信啊，可是我还是不够美，那就说明你不够自信。哎，你是自信，但是你不够自信，因为你不自信你很美。所以女生最好的医美就是自信，一定的。才算爱情。我就这样有去无回，而你在哪里？剩下枯木般。自信和有朋友说就是脸皮不够厚呗，不是的，自信和自大和傲慢都不是一个词。自信呢是自信是什么？朋友们，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自信。自信就是什么呢？自信就是整个人呢就是很自信，所以就是自信嘛。自大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人他就是从里到外很自大，那就是自大。傲慢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人他就是遇到什么事都很傲慢，所以他就是傲慢。他和自信是不一样的，自信呢就是自信嘛，对吧？没有任何滑稽的后半生。有朋友说你在说废话吗？那不然呢？你以为我直播是什么？
很多朋友说看了我直播3个小时，好像最后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因为都是废话呀。我真的要在直播里给你上点什么课吗？告诉你食品营养与卫生，告诉你这个医美的注射量是多少，告诉你小狗尿地伞上怎么处理。我像个孩子盼着游向脚触不到的海底。那天山里的鸟，有朋友说什么叫自信？自信就是比如刘宇宁配不上我。哎，这可以啊，你可以这么想，没错，这就是自信，太好了，就要这样，真的。你觉得天底下男人都配不上你才好呢？刘宇宁算什么？刘宇宁只是说排不到前几的啊。声音大得像狗叫，天再冷一些吧，越冷越好，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忽而连絮飘，山势大得像雪飘。朋友们，唱个歌啊！想不想听我唱歌？朋友们，唱歌，唱歌。我记得我有首歌叫《大海的孩子》，有一阵我还特别喜欢那个歌，想听啊，想听唱一个来。这歌我很喜欢，让我试试我的效果怎么样？一首《大海的孩子》送给各位。夜默默地张开黑色的幕，海风咸咸的从林上吹过，一杯一杯就装满了叹息，我立在沙滩的角落，在这灯火陌生的城市里，我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何处找到那静静的港湾？何时能见那温暖的渔火？海浪卷走那女孩的忧伤，我真的难忘那首醉人情歌。海浪涌来，妈妈的爱抚，融化那些裹住灵魂的失落。涛声阵阵拍醒我的迷茫，淹没了青涩的每一滴泪光，让海风吹散我所有的惆怅，看那日出就是方向。在这灯火陌生的城市里，我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何处找到那静静的港湾？何时能见那温暖的渔火？
海浪卷走那女孩的忧伤，我真的难忘那首醉人情歌。海浪涌来，妈妈的爱抚，融化那些裹住灵魂的失落。炮声阵阵拍醒我的迷茫，淹没了青涩的每一滴泪光，让寒风吹散我所有的惆怅，看那日出就是方向。或许王子许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不管是恨过还是爱过。谢谢。为什么听得想哭？因为唱进你心里了。明天的目标学会这首歌，可以啊。唱困我了。真是令人沮丧。我成都演唱会唱啥歌啊？成都演唱会的歌就先不告诉你了啊，反正就那些歌嘛，就是反正就都是我的歌嘛，换了几首啊，但大部分都是之前的啊。成都我还是我不知道，我忘了，我记得我上一次演唱会去成都的时候，那是很早之前了吧。我还记得去那个时候去成都那个街去逛街，然后买了个银锭子呢，我还当时直播还跟大家分享呢。有朋友宁哥，我妈说我考进前5就可以去看演唱会了。好，那你好好加油，好好努力啊！等你考前5来看我演唱会啊。
有没有就在家门口没票？没事儿啊，现在就是交通这么发达，你其实去哪儿都很方便，真的很方便。有的时候那天我在哪儿我忘了啊，那天我在哪儿？哦，那天在澳门，我就想说，就是人很渺小啊，就是你可能上一秒身在北京，下一秒就去澳门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又飞到这个成都了，这种感觉就是你去哪儿都很方便啊，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非常的渺小，我不知道，我那天可能想的东西比较多啊。对，但是当时我在想的是，我觉得就是人很渺小，因为可能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厉害，能很棒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自己很重要，其实都不重要。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球上，你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存在啊，非常渺小的一个存在。所以有很多东西就会释怀，有很多东西就会释怀，你就觉得啥事儿都不是什么太多的事儿了啊。咋突然没有哲学？就是有的时候会胡思乱想一点。有朋友想听你讲故事，我没有什么故事可讲，我不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我不是有故事的男同学。讲买车，讲买车，这有啥讲的？因为啥呢？因为我确实没什么故事可讲了，因为我以前的故事啊，你们得知道一件事，我直播好多年了，就出道之后直播也没停过，所以很多咱家一些老朋友，我的那些故事早听了800遍了啊，就是我觉得是幸亏我那几十年是那个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经历了很多就是社会上的事儿啊，包括像做服务员啊、卖衣服啊，然后给那个学厨师啊，各种的，就是这种酒吧唱歌啊这些东西，就是他给了我很多人生阅历，能够我在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虽然都已经讲完了啊。但问题是啥呢？问题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我最近接触的都是很多就是从小就是艺人啊，小的时候就艺人，可能10几岁就开始做艺人了。然后他其实在生活当中是缺失了很多人生的一些经历，当然那些经历不是说必须要经历的啊，只是说你有的时候跟他说的一些东西，他可能在他的那个价值观里是不存在的，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回头，包括我平时在演戏的时候，我还挺感谢我之前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就是我是真正的见过一些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咱们直播间里有很多朋友过得很不好，或者怎么样的，或者就是工作不顺利或者怎么样那种人，就是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经历过来的所有的一切，所以我都非常理解哦。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感谢那段经历啊。当然现在好了，就不要去诉苦啊，说自己怎么以前过得不好，以前过得不好都不重要了，过去了，我现在过得好了，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也想说，我感受过那些所有的人间百态啊，所有的就是可能我之前的生活比在场的很多朋友都过得非常的，就是比很多朋友过得要差，但是我其实现在是感谢那些经历的啊。然后也有一些就是一些好玩的点，比如说想事情的出发点嘛，因为我见过的东西多嘛，我就想事情的出发点就会多丰富一些。像刚才那个朋友说不想上学怎么办，我就会跟他说，就不想复习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就是挑大分嘛。
啊，就说明我以前挑过大分，对这个行业有一点理解啊。刀剑如梦的舞台，刀剑如梦的舞台啊，很帅，说说呗。其实刀剑如梦的舞台我有遗憾，我那天演完就有遗憾。啥遗憾呢？算了，我跟你们讲，你们就不懂，跟你们聊不了太深的东西。我觉得怪我，我觉得就是那个舞台有点怪我，特别怪我啥呢？就是我们先搜一下这个舞台看一下来。我见何去何从，恩与恨情难独钟。我道划破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在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直都随风。哭笑一声，伤叹一声，沉默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直都随风。哭笑一声，伤叹一声，沉默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遗憾在这儿啊。遗憾就在这个地方，间奏的地方，间奏有点长，然后呢，当时就是，哎呦喂，我就是当时没有彩排的时候，因为我那几天就是心里的演出太多了，因为我这一个刀剑如梦要唱，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一万遍，还有那个相逢，这俩歌又要唱，然后呢再加上盛典，我有5首歌啊，小孩一个，讯号一个，还有不然算了吧，还有自诩周全。还有一个那个什么了来着？那个也是唱1万遍嘛。我那2天舞台太多了，所以呢我就没有，当时脑子就卡壳了。我是后来看到这个舞美之后，我突然特别后悔。我觉得中间我为什么觉得后悔呢？就中间这个间奏这一块，我其实应该来一段，就是那种非常帅气的那种念白，你知道吗？就中间这个一定得来一段念白，挥一下剑，不是挥一下剑，是得有一段念白，就是我之前说过的一段台词，就是自年幼握剑之时，我便知道自己会是那剑道中的魁首，江湖中的天下第一。剑来，那个我其实当时应该来这个的，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后面啊，你看他这个舞美啊，天上全是剑，看到没有？你看没看到天上全是剑，而且最牛的是后面。等会儿我给你们，等会儿现场来一下，现在来，现在来有点二，没有那个感觉了。自年幼握剑之时，我便知道自己会是那剑道中的魁首，江湖中的天下第一。剑来！因为现场就是有这个剑，一把剑飞出来，然后你知道吗？现场有这个剑，我就觉得如果配上这个声音会老帅了，而且后面是天上那个特效是万箭齐发。我见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
我到花陌上空，是一岁冬夜附送。我醉一片朦胧，恶也是幻是空。我信一场玄梦，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醉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大一声，传落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大一声，传落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谁与我生死与共？谢谢，谢谢。所以那天我演完之后，我回头看回放，我就怪我，因为那2天确实舞台太多了，我没有去想这个东西，但我真的提前想了，因为当时江苏卫视给我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想了，后来我怕我有点，我后来一念之间就觉得自己有点矫情，我就没搞。结果因为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去看回反送，你知道吗？正常你在现场是看不到这些键和这个特效的，等我回头才知道，哇，原来我的特效是这样的。虽然他给过我示例图，但是我没有真真切切说看到合成之后是啥样的，遗憾啊！这事儿想了好多天，就是觉得垮，就差一句词儿，Stay with me, 真夜のドアを叩き、帰らないでどんないだ。あの季節が今目の前。Stay with me, 口癖の右而且我可以看那个，如果我真的提前做准备的话，我可以看到那个剑什么时候飞起来，什么时候插到地上的，然后那个就会很帅。其实配合那个，我就觉得我好遗憾。唉，我等一下给你配上去，那也不用了，那也没必要了吧。有朋友还有下次舞台，但是没有这么契合的机会。就是如果我是觉得有一些事儿特别契合，特别应该做，然后后期觉得没做的话，我就特别遗憾。所以我基本是其实我都会相对在当下是面面俱到的一个人，但是回头我很少有舞台或者演出是后悔的，就觉得当时没弄好或怎么样的，很少啊。这波放错歌了，那个好，放错歌了，放错歌了吧？没有，那个我上次已经说了嘛，这事儿啊，上次说了，不是放错了，就是那个，因为我当时我彩排的时候，我是先彩的那个青春呢，后彩的那个歌，然后我以为就是那个顺序呢，我以为跟我彩排的顺序是一样的呢。因为当时先踩的青春呢，然后我第2天就去演了嘛，所以我当时一听因为我那歌就是它是一个摇滚歌曲嘛，就是那个人的眼，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我记得这歌好像不应该当做开场来用，因为有点猛，然后那个太燥了啊，有点烦，我怕观众听完之后有点烦，所以呢，我想说先慢慢来，后面到后面再热热闹闹的，可能在后面。结果人没放错，是我的问题啊。那天如果其实我因为那天是录制嘛，我就可能会随性一点，但是如果是直播的话，我真的就也不会说硬着头皮就唱完了啊。主要那天我知道是录制，
然后说老大什么时候去拍戏？你这么希望我去拍戏吗？就是你现在我给你直播，每天在舞台上就是穿的光鲜亮丽这一块，你是有点嫌弃了吗？剧粉想看，就是你就是就是打个比方，我就是如果不拍戏，你这块能脱粉吗？能吗？还是说一边骂我一边粉？因为我看到有朋友了，说宁哥真是的，这也不进组，都这么久不进组了，他想干什么？他肯定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因为他可能还是真的是希望我演戏嘛。他说宁哥是不进组，就意思我不上进啊。但咱家有另一帮粉丝就是跟他辩论嘛，就说意思就是宁哥已经够忙的了，你看他今年都把这个所有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你看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就是然后就是他已经演了4年多的戏了，4年半没有停过，那终于当1年歌手回来做歌手怎么了？开演唱会怎么了？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呀？我看到这种争论了。没有，是这样的，我对我自己的一切事业上的都有规划。然后呢，我当然不是说我定了你不用你管，也没有那个意思啊，对，也没必要跟你说。然后逻辑就是，我遇到好的话，我一定会进组的。我要遇到那种好的项目或者我喜欢的项目，我一定会进的。或者不是好的项目，跟好的项目没关系啊，不是好的项目啊，是我喜欢的项目啊。我要遇到我喜欢的项目，我一定会进组的。如果现在没有进，是真的不喜欢，或者没那么适合我。当然，人家项目都很优秀啊，都顶呱呱，只是说没那么适合我，或者是我没感觉。我没感觉的东西，你让我去硬做，对于我来说是个折磨。我又不是没事儿干。我有别的事儿干，如果这个东西我对他的喜欢程度没有大于一定的程度，我就不会去接了。我是这样的，就没必要硬接。我接完之后，就是朋友，我给大家讲一个道理，就是前2天因为总跟最近这帮朋友去聊天啊，因为他们也问我说咋不进组，我就说今天我可能一会儿过了12点我就长1岁了，我今天跟你们说一点就是我心里想过的事儿。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些小小的看法，当然不代表任何人，只是我自己非常狭隘、非常自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非常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是我觉得首先拍戏这件事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演戏，甚至我看到很多人的表演我都在学习，我包括我最近我看到任何的东西我也一直在吸取东西，我并不是真的休息就不拍了，我在休息的时候我一直在吸取新的东西，包括别人的表演，好的坏的我就知道这样演是错误的，这个不好，非常差，我就千万不要这样。那好的呢，我这个真棒，我要学来，我要用，我是这样的。但前2天呢，我有朋友跟我聊天嘛，他就一直在接。开始的时候是开玩笑的啊，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聊天是开玩笑的，我说别拍了，拍什么拍？你还拍不够吗？你这拍多少年了？他说哥，我焦虑。我说你有啥焦虑的呀？你现在已经混得很好了，有啥焦虑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好，现在你接了一部戏，然后呢，这部戏火了，播得很好，
然后呢？我告诉你，然后是什么？然后呢，就是一堆商务找到你，你就接到很多商务。在一些活动上呢，座位好一点，走红毯的时候呢，稍微往后一点。这就是你接到这部戏所有的收获。你的戏，前提是你播完这部戏你爆了，你所谓的火了啊，数据很好看，什么这个指数那个指数，什么热度爆了之后，这就是你的收获。然后呢，你的座位所谓大家网上比的那个座位，你坐的靠中间一点，红毯稍微后一点走，这些能代表什么呀？对于你的人生，你可能活一辈子，你的追求就是要坐中间一点，你的人生就是要走红毯最后走吗？没有，在我看来这个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OK， 可以，你要说你想赚钱，那你就一部戏火了，各种疯狂的代言，就是什么只要这品牌没什么问题，我就接，我接40个、50个、60个，我身上全是代言，我哐哐赚钱，那也是一种，也 OK， 没问题。你一部戏播火了，你的收获就该让你赚点钱，然后呢，然后再接一部戏，再等待下一部的爆火。下部没火没关系，我再拍，我一年拍3部，我等着它火，等着这个火，这个火，这个不火没关系，我再拍这个火，这个火没关系，再拍，然后又等到一部火的，那是命好的，然后又接一堆代言，然后又可以坐中间一点，又可以红毯走得慢一点，又可以在排名字的时候你稍微靠前一点，然后呢？我问他，然后呢？你想干什么呀？他说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啊。我说对啊，我也在做，当然我没有多清高啊，朋友们，我也在做这件事，我也连续拍了4年半。但我拍到今天，我就是突然觉得这个包括这个行业，我觉得就是我该经历的也经历了，我不该经历的也经历了。所以到了今天的我呢，我不想去说那些东西是好与坏，我不是评价它，我只是想知道我做这些是为什么。如果我刘宇宁是想要赚钱，可以啊，那我就赚钱。那我想我所谓的想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OK， 那我就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是我的选择，都可以，都行。然后他跟我说，哥，我还就是想拍戏，我一直想拍，我想拍大 IP。当时我就说，我说我告诉你，大 IP 呀，当然我们是朋友啊，就是我朋友，可能我跟朋友说话的时候会狂妄一些啊。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得有这种心态，而且在我心里，我认为只要是你去的戏，都是大 IP， 你自己就是最大的 IP。他听完这句话，被我感动哭了。所以为什么我1年多不进组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不想拍戏啊，我只是觉得我不喜欢，我没必要去硬做，因为我不知道我做完之后我要干嘛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不快乐，我获得不了我心里所谓那点卑微的成就感，如果我获得不了的话，我就不做这件事儿。不要去猜人啊，你们不认识的人啊，猜人没有意义。我就跟你们分享这个事儿，我就想说我平时的一个心态而已。所以呢，就是我也不想说我有多清高，我也一样在这个娱乐圈里混，也当着人模狗样的这个形象坐在这儿给你们直播，我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可以去这样，我也可以做明星的那个样子。但是我想，我首先有一点，我得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是一定的。如果我连我想干什么都选择不了的话，那我做这个行业的意义是什么？赚钱吗？想赚钱，我早几年去带货。我这么大网红，我可能干不了几年，但是我赚的钱一定够了呀，对吧？所以我现在想说的是，我现在做的每个工作都是我喜欢的，我想做的，且我在过程当中能获得快乐的，这就是我现在活着的意义。我不是要成为谁，我也不想去到哪儿，我只想成为我自己，我自己的路，我自己得想明白。
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关于拍不拍戏这件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各位当然也是为我好。我只是觉得，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Keep on building the lies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 Escape. 而且我说的不是负面的啊，负面情绪啊。而且我觉得艺人其实在我心里，我觉得自己啊。大家都觉得艺人可能光鲜亮丽的，我可能我是我自己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艺人哇明星牛厉害哇万众瞩目，有那么多粉丝，你有流量，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啊，甚至连小丑都算不上，我是个玩物，你懂吗？一个玩物，玩物，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你轻易的去评价你讽刺你，需要你的时候拉你出来，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啥也不是，就这样。所以没有那么的光鲜亮丽的。有朋友说你喝的什么饮料？苏打水，你以为我喝多了？没事啊，所以就是无所谓，我都很多东西我看清楚了，我也看明白了，就是反而现在心态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当然在你们心里肯定不是，在你们心里我很重要，我也很美好，但是我没有那么美好了，我也是人啊，都是人。就是反正就是还干，还这行干还是得干，然后就是看看自己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嘛。比如说今天我上来直播啊，直播我就是我想播的。后天去开演唱会，我的演唱会很开心，很嗨，然后能看到，因为来到现场看我的都是爱我的人。哪怕不爱我，他也是通过朋友要的票，他也给我凑人数，所以就是开演唱会就是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啊。我开完这一轮再说下一轮的事儿，但是是我想做的啊。比如说我跟 7Kiss 组个团很开心，然后我们说今天我还在群里说，我说那个我们发一个7人版的啊，我们不图赚钱。而且我跟他们说的也很直接，我说这歌火不了，但是我们留个纪念可以吗？但大家都很响应，就是我就觉得这种感觉让我很开心，就是很开心，就是大家可能在我身边好像真的遇到的很少那种装艺人的人，就是有很多人是装艺人，就装牛啊，就是很觉得自己好像是大明星了什么的。但在我面前，基本上我没有遇到过，就是觉得自己哎呀还要跟你说，哎那个打个比方，说哎那个我们得聊聊版权吧，我唱歌参与了是不是聊版权？版权怎么分啊？没一个人问我。没一个人问我啊，所以我把他们钱都黑掉。开玩笑了，开玩笑了，我怕你们真当真了，所以就是我说那个什么，我说那个这歌可能火不了，但是那个所有的收益，如果它产生收益了啊，比如说一年给我们400块钱，我们7个人就分了。啊，平分就这样的，就是完了。早知道不跟他们说了，否则我一年多挣400块钱。
터지길 바랬어 꿈이라면 이제 깨어나分不均有办法，在群里发红包，我们7个人抢，发600块钱红包。怎么火锅都不吃，直接分掉。那咱们把钱揣兜里才踏实啊。 제발 정말 네가 나의 운명인 걸까 난 falling you 운명처럼 너를 falling 또 나를 부르네 calling 헤어나올 수 없어 제발 homie 내 인연의 끈이 넌지 기다린 네가 맞는지 가슴이 먼저 왜 내려앉는지 내 마음속 깊은 곳에 네가 사는지 내 안에 숨겨왔던 진실 나의 当然呗。 두 눈을 啊，有朋友说那个6000万了是吧？对，当然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微博嘛，啊，所有的这个微博所有的这些朋友们。然后这其实因为我直播也很多人说问我在哪儿直播，我都是在微博播，而且这几年一直在微博播，微博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推广嘛，包括有些朋友拿我的直播出去吹牛啊，说你看啊。你看我们宁哥直播这个，你看他每次收看都那么几千万的，收看都几千万的。你看他这个，你看他直播多厉害啊！当然，我想说什么呢？是因为人家微博给我推流，微博给我宣传位，我才有资格有这么多的。别人推，别人也可以这样，只是说微博给了我一个怎么说呢？偏德，就是给了我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怎么不是说特殊的东西啊？只是说给我特殊的照顾啊，因为所以我一直在这儿播嘛。然后呢，他会给我推广，所以我才有这么多的这个收看率啊。当然有朋友说互相的，那一定的，这个我是知道的，那一定互相的，我也有我的价值，但是你不能否认别人对你的付出，这是一定的，永远是这样的。你要承认你的价值。但你不要否定别人的付出。对吧？就像一部戏火了，你不能说把男主开除了，你不能说是把男主开除了，哪怕他是2番3番，对吧？否则你自己去拍个 MV， 你要自己那么厉害，你拍个 MV， 我看有3万播放量没有？我看能不能破万？你自己拍个 MV， 我看能不能破万？你不还得有跟人陪你演吗？谁也开除不了谁，朋友们是这样的啊、你要真厉害，你自己对着空气演一遍，我看能不能火。总要开除我。当然我不是说合作的演员啊，我合作过的演员每一个，我说的每一个都很好啊，每一个都很好，只是说有一些就是脑子不清爽的一些粉丝啊，各位也当然我也不要对号入座，各位啊，我想说我合作的每一个演员都非常好，每一个啊都非常好，真的，而且都是很好的朋友，每一个能听懂我的朋友们都很好啊。只是说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艺人本人的事儿，而且我自己是非常能够分得清一些东西的。但是有一些艺人是其实脑子不清爽的，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行业里粉丝和粉丝掐太正常了啊，粉丝和粉丝吵架这件事儿太正常了。我前两天看那个更离谱，算了，就不去评价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粉丝和粉丝吵架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你一个艺人因为粉丝吵架，你跟你的朋友都产生隔阂了，这个事儿是非常傻的一件事儿。但我碰到过。
Not falling you. 가슴은 뛰고 있어 여전히 널 보고 있어 자꾸만 숨이 막혀서 아직은 멀리에서 너를 지켜보고 싶어 내가 또 왜 이러는지 처음 너를 봤을 때부터 다르게 운명의 시간엔 또 더디게 같이 내 가슴은 널 향했고 我知道啊。有朋友说牛本老师，对对对，我知道。 내 심장은 다시 또 뛰었고 꺼져버리던 희미한 불빛 너로 인해 다시 타오르는 눈빛 마치 오래전부터 널 사랑한 것 같아 뭔가에 끌리다 끌려온 것 나의 두 눈을 감으면 然后老大能祝我考学顺利吗？祝各位咱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在这里呢，我的生日愿望就是祝各位今天所有在我直播间里对我有善意的朋友们，新的一年事事顺利，好不好？哪怕你是在我直播间里，现在此时此刻，你就算是我的黑粉，我也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我的生日愿望。 떠오르는 그 눈동자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서 잊혀지길 바랬어 꿈이라면 이제 깨어났으면 꿈이 아니길 제발 혹시 정말 네가 나의 운명인 걸까 넌 Falling you 对，能祝我高职考试成功吗？高职什么意思？是我理解的职高吗？高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高级职业，还是说职业高中？啊，我不懂啊，这个我真不懂。高级职称啊，因为我以前上的就是职高，职业高中学的厨师嘛。 啊，高级职称，所以叫高职是吧？那跟职高的区别是，高级职业高中吧，对吧？就是学厨师里边的佼佼者，是不是这意思？高级就是啊，行。 那你学的是什么？西餐还是说剪头、美容美发？你学哪种？刚才说考高职那个朋友，我当时学厨师，你是哪个？你是美容美发还是酒店管理？还是说这个车工、钳工？你是哪个？祝你成功啊！360行出状元，挖掘机啊，也行，是我跟你讲，很赚钱的，可以的，很有前途的一个职业，挖掘机。 啊、这块真可以，你只要好好学，你只要那个挖机开得好，您到哪挣钱，而且这收入很高的。朋友们，真的是你可能有些东西，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呦，这个我可能是，考完大学到一个公司上班，可能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相对来说，哎，风吹不倒，雨淋不着的。但是这些开挖机的师傅呢，赚的很多的。他虽然风吹雨淋，但他是收入。 也伴随着会高一些啊。如果我说我是有没有挑大粪呢？不好好学习，肯定以后挑大粪呐。不好好学习肯定挑大粪呢。但是挑大粪呢，也不是所以说这个世界叫做天无绝人之路。哪怕你挑大粪，基本上也能说养老保险说五险一金这块也会有啊，只要你好好挑，你对你生活肯定是有个保障，但是你不可能成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收入非常高那种的，你只能说就是生存没问题啊。挑大粪虽然也很辛苦啊，但是也赚钱的，对，不就所以天无绝人之路嘛
啊。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夜里有朋友说现在都人工智能了，开抽粪车，不是那个挑大粪都不用人挑了。当然，但是你抽大粪，你可能你那个大粪就是你，所以就是你感觉那个卫生间那个大粪就是完事儿，直接它凭空消失了。你有没有点常识？你比如说你在家上完厕所，那你感觉这个你在马桶水冲走，它凭空消失了，它进入异次元了吗？不是的，它要进入那个大粪池的，它要进入那个储存的池子的。那储存池子你100个人去拉肯定满了，你得清理啊。所以这也清理的过程中，虽然用机器清理或者是抽粪或者用机器抽，你也得有人操作呀。挑大粪是一个职业，不是一个行为，不是说拿2个扁担像我们以前见到那种的去挑，他现在也是那个一个职业了啊。是啊，对不对？我的生活，剩我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不要失落。有朋友说宁哥，你怎么你别忘你明星，你在直播间你聊这种大粪的话题？不是，我刚才是跟朋友们讲的是一个其实看似我在聊挑大粪这件事，但是我聊的是一个就是一种高级话题，职业规划。哎，高级话题职业规划，也就简称高职。高级职业话题就是高职。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伴我，会一直温暖着我。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有朋友问了我一个灵魂的拷问问题，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没想好，所以我喜欢。有朋友说，工作开心重要还是赚钱多重要？朋友们，这个问题抛给你们了，你们来想一想，你们觉得工作开心重要还是赚钱多重要？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首先这个问题呢，我也不从这种正能量的方向给你出发了。刚才有朋友问说，工作开心重要还是赚钱多重要？你要知道，这是我做事情的一个准则啊，就是我工作为了什么？比如说我拍戏，我拍这部戏我为了什么？你工作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开心吗？当然不是啊，你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呐，你上班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啊，所以上班这件事最重要的一定是赚钱呐，这就推论出来了吧？这就是你最好的一种方式。当然大家都希望又赚钱多又开心，那才是最好的，但是很难达成嘛。所以你要知道，你做这个行为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不能说我上班我既要赚钱，我又要开心，我又要领导对我好，我又要事事顺心，那你就会很痛苦。你既然知道你是去赚钱的，所以赚钱一定是最重要的，逻辑上啊。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ies seep from my veins that may be empty. Oh, weightless, and maybe I'll find some peace tonight. 这个就不上价值了啊，也没必要，就实实在在的啊。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有朋友钱多是多多的，钱多是多多的，多少是多呢？是这个意思吧？对吧？钱多多少，你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价位，你有，我也有，只要达到那个价位了，那就是多。当然，你说如果你就客观的这个事没落到你身上，当然多钱都不是多。但是对于你来说，对于我来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价位。以前我在丹东那个城市，我觉得一个月赚3000块钱就很多了。但是如果你在北京，我觉得赚1万块钱正好。2万算多，在北京的话，如果在丹东呢，现在再让我回丹东去呢，我觉得可能8000块钱算多，但是4000块钱算正好。是你心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价钱嘛，你有自己的一个价位嘛。如果这个价位你不同意，你也不会去上班嘛。我要看你做什么行业，跟行业都没关系啊，跟行业其实都没关系，就是你心里有个价位，你不能说因为这个行业你，当然也有关系，有关系啊。我以前在餐厅做服务员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几年前了，大概也就10年前左右吧。但是现在应该也没有涨太多工资。那个时候我的工资是1600块钱，然后是底薪1600，但其他的都是提成嘛。提成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比较做服务员，其实就是卖酒嘛。当时是酒水有提成，比如说给客人推荐一瓶酒，你就这瓶白酒，比如说388，就给你提50块钱啊。比如一盘肉，比如说那个餐厅说有一道菜，这个菜推广出去了，就一道菜2块钱，基本是这样的啊，都会有一种这种提成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每个月已经3-4千块钱吧，4000块钱左右啊，那个是好多年前了啊。有朋友说我第一份工作950，那你比我厉害。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家都知道我在那个饭店，我是学厨师的嘛，在饭店实习。那个时候一个月200块钱，200块钱，做厨师。当然那个时候炒不了菜嘛，那个时候就是主要在厨房是打盒子，打盒子可能学厨师的知道，就是打下手的啊，打盒子，然后一个月200块钱。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el, you are put... 而且甚至我于后面我在酒吧唱歌的时候，就是你们现在去丹东去有的时候去到我以前酒吧唱歌，当然他的新开那个店我已经很久没去了。我之前在酒吧唱歌的时候，一个月是800块钱工资，一个月800，朋友们。那个时候纯是爱好了，那个时候就好像我也需要有一个人问说，工作赚钱重要还是那个开心重要。那个时候在酒吧唱歌很开心，因为那个时候我有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从事一样我喜欢的事且能养活我自己。但一个月800块钱完全养活不了。为什么？首先呢，酒吧下班了之后都是凌晨1-2点钟酒吧下班。那个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是想打算的很好，说省钱，我骑自行车回去。但是呢，丹东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地方有很多坡，你每天你工作到1点，你骑自行车骑将近半个小时40分钟骑回去，而且全是坡，我就有点受不了哦，我就感觉那个时候我估计也不太能吃苦，有点崩溃。所以呢，每天晚上1-2点下班之后就打车回家。打车呢，正常的车费是大概15块钱左右，一天15，30天就450嘛，光打车就450就进去了。后来当时认识了个师傅，那个师傅就说，那个我每天晚上过来接你，但是我路上可以顺便拉别人，我就等于顺风车送你，一天你给我10块钱就行。我说 OK 好呀，10块钱，然后每天10块。那个有的时候他去出租车司机嘛，他出去接完活之后过来接我。然后后来呢，我们又跟我们酒吧另外一个歌手，我俩搭伙，也就是一人出5块钱，他出5块，我出5块，因为我没顺路回家，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光每天的车费来不算啊，来我就坐那个公交车来，因为很远。然后呢，就是后来就是你光800块钱工资，光车费就150出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就是每个月给自己买一件衣服
每个月买一样，这个月买裤子了，下个月就买衣服。那个时候在我们丹东有个地方叫金元宝嘛，有丹东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那种商场，就是卖很便宜的那种商场，在里边一件衣服100多，裤子70多，已经觉得很棒了，已经觉得很帅了。每一个月买一样，我要给自己的规划。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我从小就臭美，也不是臭美，买衣服这件事儿，因为得买啊，因为你在酒吧唱歌啊，你有的时候得穿一点稍微有点演出的形式的东西。哪一年的事儿？就是我说的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说我只是短时间的，我可能20出头到30岁这个期间一直是这样的生活啊。而且有一个画面我永远都记得啊，那个时候我就是但不需要卖惨啊，我现在我过得很好啊，朋友们，现在过得很好。拿着酒杯喝着苏打水，用吸管，多么矫情啊！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跟爷爷奶奶长大的，我那时候没上班，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呢又有音乐梦想，那个时候跟一群唱歌的朋友，因为什么叫唱歌的朋友？他们是啥呢？他们是那种，就是当时我们丹东有一个歌手大赛之类的那种的啊，就是当地的歌手都去参加，我也参加，然后就是名次是就是偏前一点那种的，当时在丹东那个地方。然后呢，当时他们就没事就白天说，哎，上午去参加比赛，然后下午就逛逛街啥的，我就跟他们混，跟他们后面就混，跟他们玩。然后呢，他们就走到那个，当时我记得走到那个麦当劳门口，他们说那个什么，他说那个等一会儿咱们进去买那个冰淇淋吃，买那个圣诞啊，就是那个小碗，就是那个肯德基那个圣诞嘛。然后呢，我就说。然后他说那个我有些人说，哎，我买的圣诞，我买那个冰淇淋就好了。当时那个冰淇淋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个冰淇淋2块5，就是那个就正常的，都不是圣代啊，圣代是另一回事，冰淇淋是2块5，肯德基说错了。然后呢2块5，这个故事听过了是吧？对。所以就是我永远记得这个茬，就是那个时候那种自尊心被打击的感觉，就是因为当时没钱，我兜里1分钱都没有。然后他们进去买肯德基，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那个我也小嘛，20出头，他们去买肯德基的时候，然后他们说走啊刘一宁，我当时都不敢进去。我说我不吃，我不吃，那个你们吃我不爱吃那玩意儿。我连进去都不敢，就是兜里因为1分钱没有。Some comfort here。然后婆婆呢，我妈那个时候过得也不好，我妈就是那个时候，她也就是每个月也是。我妈也很辛苦，她那个时候就是，当时已经所谓的退休了，但是退休了呢，就是那个，因为我丹东那个厂子，大家也可能也知道，那个厂子就是黄了之后呢，就给你补了一部分钱，就所谓的叫买断，你们知不知道？有很多厂子黄了，或者叫买断，内退都不是内退，是买断，就给你打个比方，不是下岗就是买断。肯定有人知道啊，我弄买断就是意思就是给你一部分钱，你跟这个厂子没关系了，大概买断工龄嘛，对，它正常都是那种等于一种补助金。当时可能好多年前我妈厂子买断的时候给了2万多块钱，给2万多块钱，本来要就是用这2万块钱交养老保险的什么的啊，交养老保险的，但后来都我忘了，反正花完了。然后后来我妈也没钱交养老保险，然后后来他就自己就是每个月去给人收拾卫生，到人家里给人收拾卫生，啊，就是一个月挣个2000多块钱，啊，2000多，1800好像是吧，一个月挣1800。然后那个时候就给我，就是我没事儿，我就去找我妈，我说妈没钱了，给我来5块钱，
给我来10块钱，都是这种的。我妈省吃俭用那点钱都给我了，给我花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完蛋，我说的完蛋就是也没有什么赚钱能力啊。那个时候就是心比天高，然后当然我不是出去玩啊，不是说去网吧包宿，没有，就是我正常生活啊，就是比如说上班啥的，就是这种的。那个时候只要是那段时间是比较苦的，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参加比赛，有着音乐梦想，参加各种比赛，但是没上班嘛。So tired of the straight line, and everywhere you turn, 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keep on building the lies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后来我家不是没有卖惨啊，就是今天可能感性说的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是那个就交不起养老保险啊，养老保险当时差多少钱？差3万块钱，因为她当时之前把钱都花了，当然也是给我花了啊，就是然后那个后来3万块钱都交不起，到处找。你说但那个时候我大小伙子二十多岁了，我20多岁了，兜里就一点存款没有，一点存款都没有，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别说3万块钱，我当时让我从卡里拿300块钱都没有。Don't make no difference. Escape one last time. It's easier to believe in this sweet madness, all this glorious sadness. 所以很多人就是所以我想说，你们可能很多人过得比我好太多了啊，你们比我过得好太多了，所以你们过得这么好，一定应该觉得明天有希望，觉得幸福，觉得开心啊。因为像我出身这么，也不能说出身不好吧，我就是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人都能混到今天，所以你们一定会比我优秀的，加油，各位。你说现在给妈妈补上，就不补，哎，就不给她补。我这人可不孝顺了，不给补。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ol hotel room. 哎呀，补啊，当然给补，所以有朋友说，你给你妈养老保险补上，那当时也补上，想办法补的啊，都现在来说的话都是小事了嘛。他现在生存也不靠养老保险了，我就是他最大的保险。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有朋友说好大儿，你不是占我便宜吧？朋友等我一下，我去上个卫生间去啊，这水喝太多了啊，这个去一下。年纪大了，想上厕所，不想让自己憋着。
哎，没换衣服，我换啥衣服啊？生日快乐！没过生日呢，等会儿过生日再说呗，不太早了，各位啊。有很多朋友很早就给我发生日祝福，包括我那个不算，就是很多人嘛发，我心想你都不，你知道我哪天生日吗？你就发。 나의 두 눈을 감으면 떠오르는 그 눈동자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서 잊혀지길 바랬어 꿈이라면 이제 깨어났으면 제발 정말 네가 나의 운명인 걸까 넌 falling you 운명처럼 너를 falling 또 나를 부르네 calling 헤어나올 수 없어 제발 homie 내 인연의 끈이 넌지 기다린 네가 맞는지 가슴이 먼저 왜 내려앉는지 내 마음속 깊은 곳에 네가 사는지 내 안에 숨겨왔던 진실 나의 두 눈을 감으면 떠오르는 그 눈동자 要播几个小时累不累？不累啊，我这人就爱直播，特别喜欢直播，不仅不累，接下来还要唱首歌给各位。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서 잊혀지길 바랬어 꿈이라면 이제 깨어났으면 제발 정말 네가 나의 운명인 걸까 No, falling you。 唱个什么呢？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当然，我唱的都好听。来一首就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吧。有朋友说那个老大我先睡了，没事，朋友们你们想睡觉赶紧睡觉啊，我过生日不重要。对，你们该睡你们的，该吃该休息休息，没事，明天有回放啊。你们那个现实当中的事儿最重要了啊。Not falling you 然后越晚人越多，有可能，因为可能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的，就是晚上的时候都比较的，怎么说呢？就有点，因为大家平时上班也好，工作也好，那个学习也好，可能就晚上有一点时间，说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可能就上网看看东西，然后就正好看到我直播了，这个时候就会多待一会儿，夜猫子出来了，行，现在我是熬不了了，我真的这一年觉得自己身体完全不如之前了，没事儿，唱个啥呢？我真的想唱两个歌，因为我想唱两个歌，我想想啊。有朋友点了很多别人的歌啊，像我以前唱的，我现在不太唱别人的歌了，不是因为我牛了，也不是因为我矫情了，是因为我唱别人歌，现在人家跟我要钱了，哎，就是当然版权这件事啊，我也很尊重，我也很尊重，我作为一个歌手一定是尊重版权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就在直播间唱一唱，他就跟我要钱，而且要很多，
我还跟人说，我说我没有，我直播是没有盈利性质的，我这边不刷礼物，我直播就是什么呢？就是唱着玩儿，对吧？我还觉得自己是我当时自己朋友们，我跟你们说我真实心态，我想说我刘宇宁，哎，我刘宇宁，我其实唱你歌是相对来说起到那么一点点的宣传作用。我刘宇宁，咸鱼品牌代言人，哎，我就是我，第一我不用你的歌赚钱，我帮你唱一唱，是不是那个能帮你稍微宣传一下吧，对吧？我这直播间宣传一次200块钱呢。你不给我200也就算了，我唱完之后你还跟我要好几万块钱。而且说句实话，都在这个行业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也是做这个行业，就是也做挺久了。格局小了，是真小。对，倒不是不付钱啊，那不是说钱不钱的事儿。你说就是觉得没必要。你说这个行业都谁不认识谁啊，对吧？你真的差那点钱吗？或者是我真的差那点钱吗？哦，他可能真差。所以没关系啊，我这人就是没有别的好处，唯一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优秀的点就是记仇。我这人没有别的优点啊，我唯一的优点就是记仇。我之前唱一首歌，他跟我要钱啊，给他了，拿走，拿去花。过了一阵儿，我全网找歌，我要用歌，然后那个当时跟我要钱那个作者给我投了一首歌。我说他的歌不要，拿走，我怕他后面我唱完跟我要钱，走开。决定生活不是一场电影，设定的剧情，我们在各自的轨迹10000次呼吸，也难以拉近距离。爱与不爱的真谛。你说我演唱会唱什么歌？我正常给你版权费是正常的。我直播哼两句，唱两句，也跟我要钱。当然是应该给啊，朋友们啊。他也从法律角度也没错，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下个世纪，你的感觉如此坚定，确定我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你。忘不了的就随它去吧，不舍不得随着我们长大，不管如何我一定会等着阳光照进裂缝的那一刻。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只剩影子嘲笑我。朋友们，我前2天在研究一件事儿啊，就是最近 AI 这个东西非常的厉害，朋友们。AI 这个东西你们听了吧？网上有很多 AI 歌手，网上有很多 AI 歌手嘛，包括像网上听到什么有一个叫什么，就前一阵有个特别火的歌，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那个对吧？他那个歌当时很火，对，他其实是个 AI 歌手。我是啥时候接触的 AI 呢？就是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事儿吧。就有一次我收了一首歌，然后呢那歌很好听，然后呢我当时我就喜欢，我说这歌我要了，我说到时候我发，好的。对，上次讲过了嘛，但是很多朋友没有听过，我再讲一遍，然后把后续给你们讲一下。
然后我就说我要了，我说好，然后结果那歌我很喜欢，我就想说，因为我录歌现在就是现在当歌手对这个音乐要求有点高了，现在，哎，录音之前呢，我需要先去磨棚。什么叫磨棚呢？说白了就是要练一练，练完了之后把歌练好了，我再正式录啊。第一是增加熟悉度，第二呢对它的处理要丰富一些。然后那天呢，我就在那个棚里，我就磨棚嘛，就练这个歌。我怎么唱的不好听。我一边唱一边还跟我录音师说：“我说我你这小子唱真好，唱太牛了。”我一边唱一边感叹这小伙，我说这人真他妈牛，我就当时就已经因为唱崩溃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副歌我唱了，我忘了多少条了啊，但是绝对不少于几百条肯定有，但是具体数字我忘了，就光一个副歌我唱了几百条。然后我就给我气的，我后来还是没唱过它，因为那个假音已经通到不行了，就是真音转假音混声的时候特别通，而且整个位置都特别的稳，一直在一个位置上，共鸣点一直在一个位置上，我真好听，唱的真的好。于是呢，我那天我实在给我唱，我朋友说，我跟不瞒各位说，我那天给我唱的心脏都疼。我那唱后面给我唱的心脏疼了，我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说那个气血不够了，给我唱的心脏疼。最后当时我心脏难受的那一刻，我说算了，不唱了，来给我来杯冰可乐，我喝了，喝完之后我们回去吧。急眼了，然后回去之后呢，我还跟那个人聊天。我说行，我说这歌我要了，后期看看怎么做一下。他说好嘞哥。然后当时呢，我就想说，当时我真的掩盖不了心里对他演唱的技巧的欣赏，我真的掩盖不了，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吝啬去赞美别人，我真的，你们可以看我平时综艺就知道，我从来不吝啬赞美别人，我觉得一定要赞美别人，赞美别人的同时，就是有一种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觉。因为我赞美别人的同时，别人也有可能回赞我一句，这样我会很开心。但通常不会。我通常很少遇到我赞美别人，别人也赞美我的，很少，极少数，当然也有了。但是我从来不吝啬赞美别人嘛，然后我说你这歌唱的真好，我说你歌唱的好，他比我小嘛，我说宁哥唱不过你，我说真的。我说我下午在棚里磨了4个小时，我就唱你这个副歌，唱不过你。他说哥，不是我唱的。我说什么意思？他说那个是 AI 唱的。我什么玩意儿？这声音不是你的声音吗？他说是我的声音，但是我的声音就是给 AI 之后，他就照着接近我的声音去给我唱。那我就放心了。然后呢，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当时我心里就平衡了。人唱不过电脑这件事很正常，人唱不过电脑这件事很正常。然后呢，我就说什么 AI， 你跟我说一说呗。于是他就花了一点时间告诉我，那个人很好当然是谁我就不说了，那音乐人很好的小伙。然后呢就给我花了点时间告诉我怎么使用那个东西，怎么去下载，怎么去使用于是呢我就研究了一下，研究之后打开了我的新世界。于是呢，最近我在研究一件事我也不怕瞒各位，因为这个市面上很多歌都是 AI 写的，市面上很多歌都是 AI 写的，只是你们不知道，你也没有证据，
人说是他写的就是他写的，他就是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从来不反对任何先进的东西。我觉得 AI 是一个时代，一定要你早用 AI， 早去认识 AI， 早去使用 AI， 你就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头，因为它是无法阻挡的一件事儿。我不会做一个那种可怜的那种歌手。哎呀 ，AI 永远代替不了人类 ，AI 没有情感 ，no， 唱死你！真的，你得服，唱死你！ AI 可以翻3个八度唱，中间没有堵。为什么你们听那个所谓刚才朋友屏幕上刷了那个大头针，你为什么听他声音听他唱歌那么爽？为什么会火？因为也就证明了当下人听 AI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AI 比很多人唱的好，甚至从音乐制作的角度比很多制作人做的要牛。于是呢，前2天我就在研究，我就想说，哎，要不要我下一张专辑我自己写，我自己做一张专辑，所有的歌用 AI 写，然后我不告诉所有人，我就说是我自己写的。哎，我就刘宇宁，我就发一张专辑，我说我现在从今天开始我是音乐制作人了，我是唱作歌手了。但其实我这所有的歌都是 AI 写的，但我不告诉你们，我标明我就写作曲、作词、作曲刘宇宁。我不说作词豆包，作曲是谁？哎，我不说，我不告诉你们。于是呢，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啊，对啊。于是前2天呢，我就用那个 AI 写了一首歌。写了一首歌呢，是写给谁的呢？写给 Demi 的。因为我当然朋友们，我不可能说第一首歌写给粉丝或怎么样，就是因为我怕出来很次，所以先用 Demi 试手。给 Demi 写了一首歌，然后呢，我当时歌词也是 AI 生成的嘛，我给 AI 的提示就是一只黑白色的小狗叫 Demi， 有点傻傻萌萌呆呆的。然后 AI 有时候 AI 的东西千篇一律，你就继续活在你的认知里就 OK 了，没有关系。然后呢，我就用 AI 给Demi写了一首歌，你们想听吗？谁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世界和爱从不会倒带我的青春。行，今天破天荒给你们听一下我的，就是刚才直播那段删掉，从现在开始才是我正常的直播，刚才那段忘掉啊。接下来给大家听一首这个我的原创歌曲，作词作曲都是我刘宇宁本人，我给我家狗写了一首歌，包括编曲都是我做的。我花费了很久，这个歌从创作到产出，大概用了10年，10年酝酿了这么一首歌出来，这是个精心打磨的作品，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没有写过歌，就是因为我就为了这首歌打磨的，所以今天终于有机会，虽然它不会上线，因为它是我的一个隐藏版本的歌曲，但是今天会给大家稍微听一下，好不好？这样吧，我这样，我就不用手机放了，我直接用播放软件放。我用手机，等一下，我用手机登一下，不用电脑登一下微信，把这个传成文件，先用播放器给你们播，音质是非常好的啊。给你们播那种音质好的版本，就是我的原创歌曲啊。经过了十分细致的打磨，终于可以见到这首歌了。哎，等一下，正好把那个弄一下。等一下啊，非常
用酷狗给你们播放一下，朋友们啊。一会儿我会用我电脑的酷狗软件给你们播放一下这首歌，朋友们啊，这首我精心打磨的这个这首写给戴米的原创歌曲。酷狗软件，朋友们啊，打开我的酷狗播放器，朋友们，行了 ，OK 了。这首歌呢叫做有名字的啊，叫做呆米小傻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呆米小傻子啊。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我们你不必太惊讶啊，你不必太惊讶，朋友们。黑白小狗狗追梦的小傻子。怎么样？这个编曲有没有 Blackpink 的感觉啊？我给 Demi 写的歌都是这种 Blackpink 的风格，韩国男团的风格，朋友们。怎么还有狗叫？就是要这种的。怎么样？酷不酷？你就说酷不酷？好瘆人。你不懂音乐，你不懂音乐，跟你聊什么？来，对，就是那种女团的歌，朋友们。黑白小狗狗追梦的小傻子。黑黑白白，貌似像熊猫，演员脑袋大，眼睛眨眨。高大的戴米因为有点闷热，人球过去，他对你把头摇，回头看我超级无辜样，帅到犯规还要尾巴笑，聪明不重要，可爱就够了。戴米拿你没办法。戴米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圈呆萌无敌哦。戴米不太聪明也没关系，看到你心里就甜的秘密。戴米最可爱，永远爱你该来的样子。为他吃冷气窗里内容脱掉，长期玩家找找半天找不到，出门散步突然停下来盯着空气发呆好半天，背后看我超级无辜样，说到反骨还要尾巴笑，聪明不重要看就够了，戴米到处帮我烧香。戴米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转圈呆萌无敌哦。戴米不太聪明也没关系，看到你心里就甜蜜蜜蜜。戴米最可爱，永远爱你该来的样子。别人家狗狗会各种技巧，你什么都不会，爱我最重要。最后一段得 dance break。呆呆的表情。绝不绝，朋友们？可以不？有朋友说，怪不得戴米往地毯上尿，就是被你气的。戴米吓尿的，身上刺挠没有？刚才那是一段舞蹈。哦，可以吗，朋友们？怎么样？我用酷狗播放的这首来自我刘宇宁的原创歌曲叫做《呆米小傻狗》，好听吗？
好不好听，朋友们？你听第一遍你觉得有点奇怪，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你可能没有看到歌词，你没有共鸣。黑白小狗狗最萌的小傻子。哎，你听的歌词，黑白小狗狗最萌的小傻子。哎，听到没有？黑黑白白，貌似像熊猫，圆圆脑袋大眼睛眨。哎，黑黑白白，颜色像熊猫，正好应对了我马上要去成都开演唱会这件事儿。啊，成都就是比较有名，不是熊猫吗？黑黑白白，颜色像熊猫。哎，都是有寓意的，朋友们。像熊猫，圆圆脑袋大眼睛眨。圆圆脑袋大眼睛眨呀眨。毛头的待命，因为有点闷热，人球过去，他对你把头摇，回头看我超级无辜样，帅到犯规还要尾巴笑，聪明不重要，可爱就够了，待命拿你没办法，待命黑白小傻狗。啊，副歌是这么唱的：待命黑白小傻狗。洗不洗脑？待命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转圈圈圈无敌哟！啊，跑错方向转圈圈，可爱无敌哟！你听这副歌很洗脑的。待命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圈圈呆萌无敌哟！待命不太聪明也没关系，看到你心里就甜的蜜蜜。呆咪不太聪明也没关系，一看到你心里就甜甜蜜蜜。好不好听？你听那副歌。待命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圈圈呆萌无敌喽！待命不太聪明也没关系，看到你心里就甜的蜜蜜。待命最可爱，永远爱你呆呆的样子。为他吃冷气冲你脸红脱掉，长期玩着这招半天找不到，出门散步突然停下来，盯着空气发呆好半天，回头看我超级无辜样，说到反骨还要尾巴笑，聪明不重要看就够了，待命到处帮我烧香。待命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圈圈呆萌无敌哟！待命不太聪明也没关系，一看到你心里就甜甜蜜蜜。待命最可爱，永远爱你呆呆的样子。已经学会了，怎么样？逐渐上头，朋友们。别人家狗狗会各种技巧，你什么都不会，爱我最重要。你看，别人家狗狗会各种技巧，你什么都不会，爱我最重要。这句词儿确实是我写的。这句词儿确实是我写的啊，这个不是 AI 生成的。因为这句话就是走心了啊！别人家狗啥都会，但是你什么都不会不重要，你爱我最重要。这句最好了。爱你呆呆的样子。别人家狗狗会各种技巧，你什么都不会，爱我最重要。黑白小兔子，呆呆的表情。是不是？朋友们怎么样？可以吧？
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的生活？谢谢各位。剩我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不要失落，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行了，再次感谢所有今天陪伴我直播的这些朋友们。可能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其实我对于自己年龄增长这件事儿，然后过生日这件事儿，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了。我说生日没那么在意了，是因为我觉得年龄一点点大了，不太想过生日。但是还好你们都记得我的生日，也愿意陪我过生日。当然要感谢今天所有参加我音乐直播的，不是音乐直，所有参加我这个直播的这帮朋友们啊，陪我过生日的朋友们，谢谢各位啦。也谢谢很多朋友，就是这一年的陪伴和支持，和对我的那种无怨无悔的那种信任。谢谢各位。那我的生日愿望呢，就是希望我每一个认识我的人和我认识的人都能够身体健康，一切顺心。谢谢啦。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回来看我。并没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那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重逢，我绝不会离开。当然也希望咱们新的一年，虽然今天我是过生日嘛，但是也是2026年的第8天嘛，也希望2026年我们都能一切顺利，然后继续开开心心的每一天，寻找生活当中的快乐，寻找生活当中所有的美好。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行吧，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各位。这首歌呢，也是我的一个原创歌曲。黑白小狗狗追梦的小傻子。行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画风突变。有朋友说我真是受够了，我真服了。你这么嫌弃我的原创音乐吗？你这么瞧不起我写的第一首歌吗？好，今天你瞧我不起，明天让你高攀不起。接下来我要好好研究这个写歌这件事儿。你等着，等我下一首原创歌曲出来的之后，震碎你。你不要因为我告诉你它是 AI 写的，你就带着有歧视的眼光。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的生活？剩我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
不要看看戴米啊，戴米啊，来过来尿地上来，到你最爱的地毯上尿吧，来吧，戴米来过来吧，没事不用客气。我今天过生日，给你个面子，来，戴米，戴米，来尿，戴米，戴米，不敢进来了。刚才确实是叫我教育了一番，我刚才真的教育了一番。戴米，来。不敢进来，小傻子不敢进来了。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小英可能是因为刚才他看我直播，然后听到这首歌他生气了。啊，有朋友打戴米了，当然得打啊，屁股打肯定要打屁股的。狗呢一定得教育，朋友们，你不能因为你养狗这个东西，比如说它是就是看到它感觉它是女明星这玩意儿，就是不能打它，得打。狗一定得教育啊，不教育对它，其实对狗的教育其实是对它好啊，是对它好，对它有让它有规范，不能让它那个有一些坏习惯。所以刚才听了两遍生气了。行了，那也差不多了，朋友们，也感谢今天陪我过生日。那当然，这个也希望各位度过了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也有你们真好，这也愿你们这也过得愉快。那咱就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咱可能过2天就成都见了，朋友们啊，成都可能没有票的朋友们就可以在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嘛。咱们就在网上见了，在微博见了，朋友们。最后还是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让我们伴随着这首非常动感的音乐，动感的音乐，咱们一起告别今天的直播，也祝各位这个一切顺利喽！黑黑白白，貌色像熊猫，演员脑袋大，眼睛眨眨，高大的戴米因为有点闷热，人球过去，他对你把头摇，回头看我超级无辜样，帅到犯规还要尾巴笑，聪明不重要，可爱就够了。戴米戴米，你们一个个瞧不起我的原创音乐，希望你们不要在我下播了之后偷偷去网上搜这首歌，然后偷偷的去听。已经被我看穿了。没办法，戴米戴米黑白小傻狗，跑错方向，圈圈呆萌无敌哦。戴米戴米戴米不太聪明也没关系，看到你心里就甜甜蜜蜜。戴米最可爱，永远爱你开大的样子。为他吃了西从里面抓脚，永远爱你开大的样子。为他吃了西从里面抓脚。